怎么还有人压着我的脖子？好烦啊！什么鬼东西，那么奇怪？放肆！什么情况？我在跟你说话，你听到没有？大哥，你情我愿的事情，有必要弄成一副受气小媳妇模样吗？这银子，拿着。等等，银子，古代穿越了。太子轰祝，举国同悲，跪！太子葬礼上，国丧期间，我一个五品京官不受宠的女儿，这要是被人发现，不仅脑袋得搬家，弄不好家里的阿猫阿狗都得跟着陪葬。完了，快跑！你真是好大的狗胆！想走，没那么容易。拉拉扯扯的，你干什么？这男人真的是好生麻烦，我都给他银子了，还想赖上我不成？谁派你来的？你个臭男人，居然还想杀人灭口！你无耻卑鄙，不要脸！一个大男人真是提上裤子便不认人，对无缚鸡之力。闭嘴！明明是你下了媚药，难道我被算计了？想活命就快跑！这男人看起来人模狗样的，没想到掌心里全是茧子，手劲又那么大，脖子都快被他掐断了。早知道刚刚就该踹断他的第3条腿。看什么看？刚刚还和我那么亲密，结果转眼就要杀我，提上父子便不认人，真是拔棍无情，果然最毒男人心。喂，这是我的衣服，这明明是我的！我操！36级，走为上计，这时候能保一个是一个吧。2辈子加一起都没有跑这么快过。这古代的衣服难穿的要死，那么大就像裹了一件被单一样，简直浪费不了。我堂堂22世纪的天才医生，居然穿到一个刚进京还没有立足的五品朝散大夫的家庭，还好家境尚且小康，起码不用逃荒。这好像不是原主的物件啊，难道我是天选之人，命中带财，刚来就捡到这么值钱的宝贝？值钱的东西看着就开心。丁，欢迎开启诸天万界交易市场。哇，这里面万界物资均可交换，大到延长寿命20年，小到食盐、辣条，各种物资应有尽有啊！只要钱到位，啥都能买到啊！顶级龙纹玉佩，商场积分10万分。没想到捡来的东西居然这么值钱，看来我果真是老天爷的小宝贝。那就换购一个30平方米的空间吧，再换些手术刀和银针，再换些药物，这个防狼喷雾也不错。对了，再换一些现代的生活用用品，全都放在空间里。算了，下次再吧。太子薨逝，怎么着也得装得难过一些。小姐，你怎么去了那么久？我刚刚拉肚子了，吓死我了！还好你回来了。怎么了？刚刚有人向皇后举报，后院厢房有人通奸。啥？通奸？嘘，小姐，我们人微言轻，事关皇家秘辛，我们得注意点儿。皇后娘娘率领一众命妇去了，结果扑了个空。但是厢房里混乱不堪，皇后娘娘痛失太子，这等子事情又在太子丧事上发生，气得下令彻查此事。县外面就在点名了，看谁家的小姐不在大殿内。现在所有人都战战兢兢的，小姐你可别再乱走了。还好我跑得快，这一关看来是渡过去了。不过究竟是哪个混账敢算计老娘？即刻把大殿给我团团围住，一只苍蝇也别想飞出去。你一起去！这个小姑娘刚刚鬼鬼祟祟的潜了过来，宁错杀1000，绝不放人半生。为什么抓我家小姐？少啰嗦！小姐，看样子是躲不过去了。不劳2位嬷嬷，我自己会走。娘娘，奴婢刚刚清点过了，刚刚离开的小姐们全部都在这儿了。待奴婢拿出宫里的手段来好好审问，不怕他们狡辩，一定能抓住那对败坏规矩的奸夫来。难道要脱了验身，让未出阁的千金全部跪在一块检验？果然，这是没有人权的古代。放肆！竟敢在皇后娘娘面前嬉皮笑脸，好大的胆子！真是小鬼难缠啊！娘娘明鉴，臣女从未见过皇后娘娘，刚刚得见娘娘天容，一时惊讶，以为是王母下凡，雷珠在世，并非嬉皮笑脸，实在惶恐。你是哪家家眷？回禀娘娘，臣女是新晋朝散大夫顾明科之女顾南书。顾明科，朝散大夫虽然是5品，
却是一个有品节、有俸禄，但是没有任何实权的执事官。小小一个五品京官之女，也敢质疑皇后娘娘安排？来人，先掌嘴！你竟敢违抗娘娘旨意！相鼠有皮，人而无仪。把你眼屎擦干净了再说。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违抗了娘娘的旨意？请问嬷嬷，刚刚娘娘可有下旨掌我嘴吗？既然皇后娘娘并未下旨，而你却下令掌我嘴，你这是假传旨意，该当何罪？果然老而不死是为贼。嬷嬷，你胆子可真够大的，居然当着众人面狐假虎威，仗势欺人，倚老卖老的趁机盘剥我们。娘娘，奴婢刚刚也是为娘娘打算，奴婢没有假传旨意。此事容嬷嬷的确做得不够妥当，但是她也是着急办事，情有可原。看来这皇后娘娘是打算和稀泥了。回禀娘娘，所谓家有家规，国有国法。皇后娘娘母仪天下，坐论妇礼，指教四德。娘娘心善，但切莫因为身边小人打着您招牌行不义之事，从而影响娘娘贤德之名。你闭嘴！今天有人在后院厢房通奸，国丧期间，这是大逆不道，老奴这是在办差事。你皮痒欠抽，胆敢质疑天家之事，有几个脑袋？嬷嬷不是谁的草门大谁就有理。请问嬷嬷是看到谁通奸了？我看到了，还抓你们干嘛？既然你没有看到，又把我们当嫌犯一样抓来，难不成你听人捕风捉影说了几句，就如村口长舌妇一般蛊惑娘娘抓人？你说谁长舌妇？不分青红皂白，捕风捉影，打着娘娘名义抓人，谁就是。娘娘，你千万不要信这个牙尖嘴利的话，我都是为了娘娘好啊！太子走得可怜，得维护储君的尊严。够了！依你之见，今日是本宫的错了。娘娘明察，事关国体，臣女十分赞同娘娘调查此事，但臣女有一事不明。何事？回禀娘娘，倘若抓奸夫，那意味着今天所有女子都有嫌疑，为何独独抓未出阁的女子？是啊，既然抓奸夫，为什么独独抓我们这种未出阁的女子呢？难道已婚妇人们就没有嫌疑吗？回禀娘娘，大理寺断案尚且都有证据，娘娘作为一国之母，雍容高贵，岂能因为一些捕风捉影之事而惊动四野？回禀娘娘，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不能贸然行事，说不定让亲者痛，仇者快。你说下去。暂且不说是不是一个局，单说娘娘此举，一会让太子蒙羞，二会让陈宫受辱，三会国本动摇。你好大的胆子！本宫何曾让太子蒙羞、陈宫受辱、国本动摇了？娘娘细思，太子本是储君，深受爱戴，举国悲痛。然在其丧礼期间传出此等丑闻，让丧礼变笑话，岂非让太子蒙羞？娘娘兴师动众的让这么多千金前来检查，都是未出阁女子，莫名被检验，岂非污了大家的名节？不是让陈宫受辱吗？陈宫受辱，百姓嘲讽，皇后娘娘形象自然会一落千丈。加之太子兵事，难道不是动摇国本？后宫臣服数十载，朝堂势力盘根错节，我此举的确有些莽撞。细细想来，并非不是一个局，好险，差点就被别人当枪使了。你倒是有几分见识，有点像沈家那个老顽固。沈家？难道是外府家？传我的话，此事到此为止，以后不准再提。李嬷嬷假传旨意，杖责20，令顾南书、智勇双全，当赏。小姐又花钱买了啥？我们院子现在举步维艰，老爷不疼，夫人不在，小姐又是个没心机的，现在为数不多的银子也没了，难不成小姐在国丧期间还被哪个闺秀骗了？小姐，咱们现在今时不同往日，出门前我还给您说过，咱们就来拜系太子的，千万别打肿脸充胖子。另外，不要因为爱不过人情吃了大亏，高门大户里的夫人小姐们可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您告诉我这是哪家府里的？您不好开口，我帮您去退回来。这退不了，不能退。小姐，您怎么想不通呢？咱们要是不退，薛姨娘把持着忠义，后头半个月咱们全都得啃馒头。不是，我意思是……小姐，您的意思是问老爷要？这次重回京城虽是五品闲职，可是没少上下打点，而且老爷一向以清流自居，对您也是不管不问，您怎么还对他抱有希望呢？您今天把为数不多的钱都买了这个，这让我们原本不富裕的院子雪上加霜啊！这是今天皇后娘娘给小姐的赏赐。啥？真的，全京城独一份呢，现在都传开了，都说咱们小姐智语无双。智语无双？你们都放心吧，以后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喜鹊，小姐好像变聪明了，你掐我一下，看看是不是在做梦？不掐。为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你今天做得很好，娘娘赏赐了什么？打开看看。皇后娘娘赏赐之物要万分当心，让你薛姨娘入库吧。不行。你说什么？我的东西干嘛要给别人保管？这株红珊瑚要是给了薛姨娘保存，不就是老鼠掉进了米窝吗？我可没这么蠢。放肆！粗鄙不堪，尊卑长老你都忘了吗？如此反骨，不知礼数，不知尊卑，我还是不是你爹？你不是我爹，我没有你这样的爹。弄
弄得跟谁稀罕似的。我可不想有这样一个便宜渣地。你简直忤逆不孝！我顾家一向清流，最是遵循长幼尊卑。你看看你现在成何体统，非逼得我家法伺候。你是老糊涂了，还是被金钱蒙蔽了双眼？我正是秉记尊卑长幼，才不假手于薛姨娘。你说什么？论尊卑，这是皇后娘娘赏赐给我的，皇家御赐之物，可不得好好供奉起来以谢皇恩。此外，我是顾家嫡女，身份尊贵，怎么能让一个姨娘接手？传出去岂不玷污了皇后娘娘？这顾南叔今天撞了什么邪？就像换了个人一样，说话冲得要死，还拐着弯的骂我娘。顾南叔，你别以为你今天得了赏赐就得意忘形，竟敢出言顶撞父亲！你是妹妹，要让着姐姐，少说几句。老爷，你别生气，原是我身份低微不配。南叔年少轻狂的，你多担待点儿。南叔啊，姨娘是为你高兴，并非要私吞你的赏赐。要是冒犯到你，你千万别介意。你冒犯到了，我很介意。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如此尖酸刻薄，还忤逆长辈，简直不知廉耻！居然还敢骂我！你说的对，咱们好歹也是诗书传家，朝中清流，自是注重尊卑礼序。那从明日起，薛姨娘和顾慕雪每日晨昏定审，给我问安吧。毕竟我大前朝嫡庶有别，长幼有序，切不可乱了规矩。若说不知廉耻，民间有句话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下崽打地洞。这上梁不正下梁歪，也不知道我这像谁。你孽障，看我不打死你！我可告诉你，砸坏皇后娘娘的赏赐，小心乌纱帽不保。爹，说到死呢，长幼有序，你都还好好活着，我可不敢先死。我们顾家诗书传家，最重规矩，否则就是对父亲大不敬啊！小姐，您刚刚这么顶撞老爷，怕是遭了薛姨娘的算计，往后老爷和您肯定会更生疏了。隐忍那么多年，才换了这低声下气的日子，今天撕破了脸，看来以后南风院的日子只会越来越难过了。实在不行，我就去码头扛大包，喜鹊去给隔壁洗衣服，总归能养活小姐。不用怕，有我在，一定能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的。我有交易市场在手，还是一个天才医生。不信在这落后的古代混不出个人模人狗样来。小姐，以前你的月薪银子1个月才3两，估计以后怕会是1两都没有了。最后的1两银子都被我打赏给美男了，早知道这么穷就薛账了。放心，你家小姐别的本事没有，赚钱本事一流。小姐您别说了，自家小姐啥本事我最清楚了，文不成武不就，就连绣花也绣不好。别说赚钱了，只要不乱花钱，就阿弥陀佛菩萨保佑了。是啊，小姐，做生意赚钱可要成本呢。夫人的嫁妆这些年都被老爷花的差不多了，咱们哪里去搞本钱啊？难道小姐意思是想问尚书府杜公子借？对啊，小姐一问杜公子借。杜公子和小姐有婚约，而且户部尚书很有钱，想必杜公子一定会借钱给小姐的。而且今年小姐也该过门了，嫁过去后就是少夫人了，提前借点钱应该没什么。原主的母亲是镇南将军府的妖女，身份尊贵，当年还在世的时候与户部尚书夫人定下了这门亲事。可惜原主母亲去世后，两家断了来往，想要重新攀上这门亲事难，毕竟人走茶凉，也只有喜鹊这个傻丫头还痴痴的相信。我看不行，小姐还没过门呢，就问未来夫家借钱，这不是让人家戳我们小姐的脊梁骨吗？小姐我们再穷再苦，也万万不可问杜家借钱啊！夫人的嫁妆都被老爷霍霍光了，等小姐出嫁时，寒酸的嫁妆可不得被户部尚书府给嫌弃死。看来我还得努力扛大包给小姐攒嫁妆，实在要借，我们可以去问沈家，毕竟将军府还是很疼小姐的。你们就不能相信我一次？难道除了问杜家和沈家借钱外，就没别的办法？难道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饭桶？小姐，你不会是想去借印子钱吧？这可使不得啊，千万不能啊！我也不知道是该夸你还是骂你。你考虑事情十分周到，但可不可以尝试着相信我一次？我明天就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说得好不如干得好。老娘就要用钱来砸他们，砸醒他们的狗眼。想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向前冲，明天就干一票大的。你怎么来了？不会因为觉得我长得好看就来死缠烂打？虽然白天我们有过那样一层关系，除了体验背帮以外，印象并不好。我可不是古代人，生米煮成熟饭这套对他没有用，哪怕变成爆米花，该跑的还是会跑。哼，你想多了，就你这张平平无奇的脸，还入不了本王的眼。男人的嘴骗人鬼，我才不信。把东西交出来。什么？把衣服穿上，别以为本王不知道你打的什么鬼主意。本王还自称了2次。也是，原主也才进京不久，不熟悉京城人事，难道眼前这个狗男叔是个王爷？那你说说我究竟打什么鬼主意？哼，劝你死了这条心，即便你拿着也没用，只要我不承认，没人能胁迫得了本王。这个女人虽然长得如花似玉，算是京城少有的绝色，但心思过于歹毒，还想着拿了我的玉佩胁迫我进雍王府，即便和她有过肌肤之亲，也断断不是良配。我可不会被这美色蒙蔽。胁迫？明人不说暗话，
你说清楚点，我听不明白。哼，不愧是顾家的，连话都听不懂，还敢自称诗书传家，真是笑掉大牙。哼，50步笑百步，你自诩身份金贵，为何又深更半夜夜闯女子闺房？不是倾慕我良久，又是为何？真不愧是睡了王爷的勇猛女人啊，果然不简单。不过，王爷啥时候铁树开花，倾慕人家姑娘的呀？你废话少说，你赶紧把龙纹玉佩还给本王！这女人简直不识好歹，要不是看在她也是受害者份上，我早就了结此人。虽然龙纹玉佩也没啥大不了的，但我的私人物品流落在外，始终是个祸害。龙纹玉佩，难道是白天捡到的那块？难道是这个男人的？可已经在交易市场换掉了啊！怎么什么玉佩？我没有见到，你别冤枉好人。看来这个女人对我贼心不死，难道因为白日里的关系，这女人对我情根深重？收起你见不得人的小心思，哪怕你留着本王也概不承认。此前一直在西北驻军，要不是最近上京城出现了大事，我也不会班师回朝。想必上京城内见过这块玉佩的人寥寥无几。什么见不得人的小心思？我能有什么小心思？只不过想不劳而获，富得流汤罢了。庸俗，一个清流之家的嫡长女，居然满脑子都是银钱。庸俗！要不是空气免费，我根本活不到现在。你知不知道我一个南方人，现在却在喝西北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既然你视金钱为粪土，那你把这些粪土扔给我吧。我明明是来要回龙纹玉佩的，怎么还倒成欠他银子的人了？亏你好歹是个官府千金，居然连矜持都不会。亏你还是个人呢，居然连说话都不会。你究竟还不还？你干嘛啊，拉拉扯扯的？告诉你，我可不是那种人。难不成玉佩还不上，要让我肉偿？王爷，这个女人居然如此大胆，敢2次生扑王爷。要知道我家王爷这些年南征北战的，杀伐果断，整个王府就像一座清心寡欲的和尚庙，哪怕是北狄公主也不看在眼里，还从没有哪个姑娘能近身的。看来王爷是真的看上了这顾家大小姐。滚！王爷饶命，属下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都没有看到。回来！王爷有何吩咐？你们把这女人给我弄出去！这女人又把我扑倒，导致我旧伤复发，现在左腿动不了了，还不动手？腿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啊！士可杀不可辱，堂堂雍王殿下居然被这种女流氓给糟蹋。朱果白菜也不是这么个功法，这简直有辱殿下，难怪他会生气。该死，这都是没有武力值的后果。怎么这么香？王妃给我们撒香粉了？中了我的百步断魂散，我看你们还能坚持到什么时候？现在是不是觉得肚子有一丝阴痛？是有一点，为啥他会知道？有毒！你给我们下了什么毒药？此乃我的独门配方。你们现在是不是感觉肚子胀痛，口中无味，甚至有些反胃、恶心、想吐？此毒白色雾气，香喷喷，甜丝丝，没想到居然是剧毒！王爷，救命！把解药交出来，否则本王杀了你！杀了我，任凭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他们。落难到这个古代，我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没钱没武功，还要时时受这个傻王爷的气。为了保住小命，不得不出此下策。毕竟兵不厌诈。王爷，你快走，我们没事。你赶紧把解药交出来，否则踏平你们整个顾府。不用否则，请立刻踏平。我可不是吓大的，反正这宅子里除了喜鹊和顺子外，旁人都与我无关，巴不得早点踏平。这女人果然够狠，我给你个机会，我数3收把解药交出来。行了，别装了，就冲你们这恨不得武装到裤裆，受点苦就嗷嗷乱叫的风格，3岁小孩都没你们怕死，装什么心狠手辣？你要怎样才能给解药？此毒是我独家秘药，解毒不易，毕竟药材珍贵。说重点。我的条件是，你得答应帮我办件事。关于内容，我想好了再告诉你。这男人身份不一般，倘若得到他一个承诺，在这无权无势的古代，相当于多了一重保障。这女真的是好大的胆子，还给我侍卫下毒，居然还敢变相要我一个承诺，做不到。那行，这毒药乃穿肠毒。中毒之后即刻毒发，若无解药，1个时辰后便腿脚无力，2个时辰后呕吐不止，3个时辰后七窍流血，1日后便等着收尸吧。你信不信你会死在他们前面？有2个垫背的陪我也不亏。我很明确的告诉你，哪怕你死缠烂打，我也绝对不会同意的。你早点断了不该有的念头。原来普信男不分古今啊！我劝你也别玩欲擒故纵的把戏，想进我的鱼塘，你还嫩了点儿。其实我的要求没那么复杂。不违背大前朝律法和道德，也不会让你违背良心，也许就是一个小小的通融而已。那记住你说的话，我会安排人在你身边，你想好了告诉我。你放心，本仙女可瞧不上凡夫俗子。先服此药，然后如厕，自会排毒，连服7日方可解毒。行走江湖这么多年，战场上刀剑无眼都没有眨眼过，结果栽倒在这腹泻上。没想到这毒这么厉害，连菊花都快拉脱了。
果然越漂亮的女人心眼越坏。这多好的员工啊！自发的996，简直是我的福报。小姐，今儿厨房就只备了这些，薛姨娘是要削减开支，明明前天还有油饼和鸡蛋的，现在连油饼也没了，真是欺人太甚。那等会儿请安问好时，让他在院子外头晒上个半日。你吃了吗？小姐，都这时候了，你还管我们做甚？你赶紧吃吧，明儿我想办法给你弄个鸡蛋来。你吃，一人一半。我吃过了，小姐你多吃点，反正我也吃不完，你不吃就丢了。看来赚钱势在必行啊，否则我不得穷死才怪。唉，这点积分，连商城里一包辣条都是我不敢奢求的梦。荧光珠，来自未来的工业科技，主要是和鱼须赛和铝酸烟类稀土混合制成。顾大小姐，我是金风，王爷吩咐今天起就由我来保护你，让你尽快提要求，他没有那么多耐心。你好了？好了。这什么王爷，真是个人精，说是派人保护我，实际上是监督我吧。不过安排一个18岁的小少年，未免有点童工嫌疑。大小姐，你可别小看我，我师出神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钳锤戈棍堂棍棒毛耙这18种兵器我都会，而且最擅长剑术。得了，我这龟服这么小，这小屁孩一剑下去，怕是要让这本不富裕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了。看来我以后得好好表现表现，不能让这个顾大小姐小瞧了去。大小姐放心，虽然我话多了点，但是我实力还是很强的，一定能好好保护你，听你差遣。哦，要是这天真的小娃娃实力不错的话，倒是可以废物利用一二。你们王爷身边有多少个侍卫？我们王爷身边近身的侍卫有3个，一个是我，一个是昨晚的破月，还有一个是长风，是我们的头把。除此之外，还有一队12人的暗卫。果然话多，也不知道这个狗屁王爷怎么能活到现在，估计也是个好吃懒做的闲散王爷。那长风、破月和你哪个更厉害？他们都比我厉害。那你啥厉害？我跑得快啊！这特么是在逗我吗？大小姐，我告诉你，我的凌波微步独步天下，哪怕是破月也追不上我。即便是我打不过，但是在关键时刻也可以带你逃亡，你就放心好了。好东西，收吗？这气场背景不一般啊，手里肯定有好货。嘿嘿，这位小姐，雅间内请。不知这位小姐要典当什么好货呢？你看看，这个值不值当？我的个乖乖，夜明珠本来就难得，居然还有这么大一颗，犹如拳头那么大。成了。不知这位小姐这颗夜明珠打算当几盒呀？掌柜的是见过世面的，所以才选择到你们家。我也不兜圈子了。你觉得这夜明珠能当几盒？3000两，5000两。看来掌柜的是不诚心做这笔生意了。8000两，真的不能再多了。掌柜的你也知道，我这可是好东西，要不是家里遇上点难事，这等子可以传家的宝贝能流到市面上吗？东西是好东西，这个价格超出预期了，再多恐怕就是有价无市了。1万两，你要就要。成，但是得死当。这位小姐，整个上京城估计也就我这家能给出这个价格。没想到这玻璃珠子这么值钱。这啥时候冒出这么一大颗夜明珠了？我怎么不知道？真是撞了大运了，捡漏这么一个败家子儿。拿着，别客气。喜鹊，这是真的吗？我怎么感觉像做梦一样？是啊，我们有钱了，你不用去码头扛大帮了。喜鹊，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什么预感？我感觉我们要飞黄腾达了。小姐可是有了1万两银子啊！那小姐赏给我们的要收下吗？还是收着吧，就当我们给小姐攒起来。万一哪天小姐败光了，我们这儿好歹还有点。好不容易有了1万两，主子这花钱的速度还真的挺心痛的。不过看见小姐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罢了，大不了码头扛大包的活我不丢就成了。好恨，什么时候我也能成为顾大小姐的跟班？顾南叔，这身衣服是齐力阁买的，是蜀锦，这一身少不了300两银子。就1天时间，整个南风院完全大变样了。这顾南叔得了沈家的支持，敢给我甩脸色了。等我釜底抽薪，看你还能得意到什么时候？阿娘，你看顾南叔他，我们进来这么久了，这顾南叔装没有看到我们，难道又想像昨日那样让我们晒半天太阳？南叔今儿起得好早，我还以为你还在睡懒觉呢。薛姨娘说话这么好听，上完厕所一定擦过嘴了吧？这顾南叔怎么换了个人似的，说话又怼又冲，关键还反驳不了。是这样的，
咱们来上京城也有一段时子了。姨娘记得你和尚书府的杜个定公子近，前些日子杜公子也来咱们府上递过帖子，说过你们的婚事。啥？那个杜公子来过？我咋个不知道？这杜公子啊，对暮雪一见倾心，想着这尚书府高门大户的，你一个人嫁进去也没有个依靠，姨娘就是来给你说说，你出嫁时暮雪跟着你一块嫁进去。黄鼠狼给鸡拜年，果然没安好心。嫁进去干嘛？当洗脚剂吗？暮雪是你亲妹妹，你们姐妹情深，自然是嫁过去当平妻。这薛姨娘算盘打的可是真响。我们家小姐的婚事，她一个庶出居然还想横插一脚。薛姨娘，这可是我们家小姐的婚事，是过了明面的。二小姐有啥资格跟着嫁进去？主子谈事，没有你一个奴婢说话的份儿。我的婚事也没有一个姨娘插嘴的份儿。哎呀，有话好好说嘛。姑娘家家的要温婉贤督，别动不动就骂人。也是，今天想骂人，所以顾暮雪，我就不骂你了。想骂人却不骂你，什么意思？顾南叔，你南叔，你误会了，这不是杜公子的意思吗？既然人家都看上了暮雪，想着你们姐妹俩一同嫁进去，也是娥皇女仪的美谈。南叔，你仔细想想，与其三妻四妾让别人钻了空子，不如暮雪和你一起齐心协力，牢牢把握住杜公子的宠爱，到时候早生下个一儿半女的，也认你当娘。看来这薛姨娘早就盘算好了，吸血吸到这份上了。我要是答应就是个棒槌。看来这杜公子啥的，估计早就和顾暮雪眉来眼去了，估计也不是啥好东西。靓仔千万，不行咱就换。那便不嫁了。啥？不嫁了？南叔啊，凡事不要这么倔。这女人啊，性子强有什么用？不还是要指着男人过日子？薛姨娘，你吃那么多饭有什么用？不还是得拉出来？你干脆直接吃屎算了。顾南叔，你不要不知好歹！怎么，我的婚事关你什么事情？你这么火急火燎的，想男人了进去青楼当花娘子啊？保准你夜夜当新娘。南叔，你也别这么固执。为了你这桩婚事，你爹可是操碎了心。这尚书府多好的人家呀，怎么能说不嫁就不嫁了呢？何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这婚事啊，是你娘亲在世时给你定下来的，都过了明面了，这要是退婚，也说不出个由头来啊。你妹妹跟你一起嫁过去，不是和你争宠，而扶持你呢。毕竟你性子执拗，暮雪温柔小意，还深受杜公子宠爱。反正娶别人也是娶，还不如你们姐妹二人一条心，和和美美的把日子过下去呢。薛姨娘，你不去唱南序可真是屈才了，这黑的你都可以说成是白的。你把这杜家说的这么好，干脆你们母女一起嫁进去算了，管他啥尚书府，哪怕富可敌国，这么短的时间内居然和庶妹纠缠不清，冲这一点我就绝不可能嫁给这个渣男。顾南叔，你怎么听不懂话呢？实话告诉你吧，这也是杜公子的意思，而且爹爹也默许了，你同意就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你实在不嫁也行，那就让我替你出嫁，对外就是我是顾南叔，以后你就是顾暮雪。暮雪说的对，既然南叔你不想嫁，这桩婚事又是你娘亲定下的，为了上辈人的情分，暮雪就勉为其难的带你出嫁。不过往后你可不能在人前露出马脚，这对母女真恶心，明明自己想嫁的要死，还偏巧整得这么世母白莲花外加绿茶婊，真的是让人生理性的反胃。喜鹊，拿扫帚来，把这些垃圾扫出去。小姐，好嘞。麻烦让一让，这垃圾这么大一坨啊，真是碍眼。顾南叔，你就是故意的。见过裹小脚的人，第一次见裹小脑的。这顾暮雪是不是不清楚自己的定位？顾暮雪，你不仅坏还蠢，为了能嫁进尚书府，居然连自己的亲娘都不认了。也不知道薛姨娘怎么养了你这一头白眼狼。薛姨娘为了让你攀高枝，不惜省吃俭用，结果你居然转头要认别人当娘。100年之后，薛姨娘坟头上的草长得老高，估计都没人给她烧纸钱。也不知道这顾南叔撞了什么邪，以前胆小懦弱的顾南叔怎么变得这么胡搅蛮缠？南叔说笑了，这事情呢不急于一时，你这么聪明，应当知道背后的干系厉害。你先想一想，我们就先回去了。小姐，你也瞧出来了吧？这二小姐早就勾搭上了杜公子，居然把婚事的主意都打在你头上了，现在可怎么办啊？听刚刚薛姨娘和二小姐的口气，貌似杜公子和老爷都同意了。要是你不同意，那么便会和未来的夫君离心力标；要是你同意，那么吃亏的是你。这二小姐当真是好歹毒的心思。反正我是没打算嫁，但是也不可能让那对母女如愿，必须恶心他们。小姐，你怎么都不急啊？要不我们给杜公子写一封信，或者见见他。我相信杜公子见了小姐后，一定会断了娶二小姐过门的念头的。算了，我也不想嫁，他们抢走的是我不要的垃圾而已。理是这个理，但我就是心里不服气。小姐，你捡到金子了，这么高兴？小姐，这是沈家给你的书信，表公子表示一定要让小姐看到。小姐，其实沈家对你蛮好的，你要不去见见？原身的智商堪忧啊！
有镇南将军府这么一条又粗又大的大腿不抱，偏巧还要蜗居在后宅里受薛姨娘和顾慕薛的搓弄，真的是背着金子乞讨。原身不要，我要。你即刻告诉神府，我明日就去拜会外祖母。我这就去。看来这个顾南书还真的有点本事。王爷现在没有睡，难不成就是等着京风来汇报顾南书的事情？这是大小姐赏的，你赶紧服下。霍月，你不是说这顾南书胆小如鼠，干啥啥不行，吃饭第一名？他怎么会毒术？你是怎么调查的？王爷，属下失职。哼，重新去调查。属下遵命。老祖宗，表小姐回来了！老祖宗，表小姐回来了！悠悠，我的悠悠，快赶紧迎接表小姐！悠悠，外祖母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外祖母，悠悠，外祖母的小心肝来让外祖母好生抱抱，长高那么多了。外祖母，悠悠也很想你。庸庸长大了，也懂事儿了。老祖宗，庸庸今天回家，我们应该高兴啊，别在外头站着了。是啊，老祖宗，您身子不好，别太激动了。是，你瞧瞧我这一高兴给忘记了，不愧是我们沈家的外孙，模样长得就是俊俏。你们几个小兔崽子过来，还不快快见见你们表妹？他们都是你的表哥，想必时隔多年，你都记不得了。见过各位表哥。悠悠不必行此虚礼，就当回自己家。扁妹太过瘦弱，犹如弱柳扶风一样，小脸也白得寡淡，就连衣服都旧巴巴的，珠钗都没几只。看来在顾府过得不好。悠悠，没想到你长大后居然这么好看，像天上的仙女一样。云玉，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啥，所以给你买了多宝阁的各样珠钗，你都看看。要是不喜欢，我给你银票，你自己买。反正这玩意儿我从小看到大，都看腻了。居然还有这种操作，一出手就这么大方，活该有表妹。大表哥这红包大的，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既然悠悠喜欢，那我们也不能落后这个小崽子，赶紧把我的那套镶金翡翠头冠送过来。哇，这多好的外家啊！悠悠别怕，现在你回家了，没人敢欺负你，我们沈家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这几个哥哥可真好，这么无条件的宠着我。快别站着了，都进去吧。小时候啊，你最爱爬这座假山了，有一次摔了下来，你娘啊！外祖母，娘亲告诉我，世上只有外祖好，有您的孙女像颗宝，以后悠悠会好好孝敬您。好，从今儿起，悠悠就是我们沈家的嫡亲孙女，比我这4个孙子都亲。祖母，您偏心，有了外孙女就不要孙子了。瞧你这副狗急跳墙的模样，怎么着？你这泼猴敢欺负我家悠悠，小心你的皮！喜鹊，你快推下我！大表哥，杜家的事情我已知道。哦，玉玉，这杜家欺人太甚，我看这杜文远也不是一个能承担责任的人。天下好男儿多的是，咱们不受这个气。实在不行，嫁进我们沈家，绝对是心疼有宝贝的护着。你要是舍不得那杜文远，大表哥也会给你做主。大表哥，我连这杜文远是缘是别都没有见过，哪有什么舍不得的？意思是你不喜欢杜文远？喜欢？天下男人都死绝了吗？我又不瞎，我还巴不得退婚呢。可是我也不能让他那么容易，我又不是收破烂的，做不到让他随喊随到。这亲事是相互的，既然他想娶平妻搓磨我，我就得让他付出代价。那雍云想找个什么样的夫君呢？我想我的夫君是个盖世英雄，一定会踏着七彩云灾来娶我。盖世英雄，大前朝内能称得上盖世英雄的，也就是我们家王爷了，赫赫有名的金甲战神。原来自家王爷在顾大小姐心中地位这么高。老爷，因着我身份低微是个姨娘，自从回到了上京，这南叔就变着法子的搓磨我，我受点委屈不算什么。可是南叔这完全都不把您这个当爹的放在眼里，这不是打您脸吗？这个逆女，以为到了上京城，有史家做她的后盾就无法无天了。以前顾南叔都是言听计从，从不忤逆我。自从回上谢京城后，3番2次的挑战我这个当爹的权威。老爷养育他十分不易，没曾想，现在还只是因着沈家就这么不服管教。哪天他嫁进了尚书府杜家，那还了得？户部尚书府可是一门顶好的亲事，管着大前朝的钱袋子，而沈家镇南将军府则手握重兵。这顾南叔要是嫁进杜家，
既有钱又有权，这只泼猴还不得跳翻天？这顾府究竟姓顾不姓沈？我从晌午一直等到深夜，这个不孝女才回府。逆女，你居然还晓得回来，给我跪下！不跪。果然，这逆女以为傍上了沈家，就不把我这个亲爹放在眼里。倘若要是再嫁进杜家，不得在他的坟头上敲锣打鼓？老爷，别生气，正事要紧。你去镇南将军府了？放肆！你知不知道镇南将军府现在的处境？现在太子去世，储君未定，你和他们走那么近，外头人还以为我们结党营密。我平时怎么教育你的？不是让和他们断了来往吗？你简直胡闹！结党营私，爹你怎么不清楚你的定位？你有皇位要继承，还是当朝一品大员？一个五品闲职，还当自己是盘菜了？你反了！这逆女简直跟她娘亲一模一样。听说你还要和尚书府退婚？是因为暮雪要和一起嫁进去？一半的一半吧。反了！你简直不知所谓！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一个女子张口闭口就是要退婚，简直不成体统。这尚书府深宅大院的，不是你能应付得了的。为父安排暮雪和你一起嫁进去，也是为了你有个照应。依着你这胡作非为的性格，早晚惹祸。过几日我去尚书府把这亲事提上日程。不过让暮雪一同进门当平妻，这事儿得你亲自向杜甫提。你明日就修书一封，为父替你跑一趟。嚷什么嚷？要嫁你们自己嫁，我又没拦着。聒噪！你这个逆女，我真的是要被你气死了！爹，举头三尺有神明，这大晚上的，小心黑白无常听到，上门就把你带走。瞪着我干嘛？爹，咱们这是家学渊源，诗书传家，懒得和这帮垃圾废话，影响我睡美容觉。哼，别挡道，这东西金贵着呢，摔碎了你们这2两重的骨头可赔不起。反了，全都反了！小姐，你没看到薛姨娘被我气得要死，我可从来没这么扬眉吐气过。小姐，我们得把这些东西全部锁好，清点在册，以防万一。现在的顾府穷得跟乞丐住的破庙一样，小姐突然获得这么多宝贝，难免惹人眼红。这些东西重重叠叠的可以放进空间里，哪怕把这破家拆掉，掘地3尺也找不到。顺子，明天起你去外面物色一个铺子，要临街地段好的。现在有本钱了，我可以大展拳脚了。调查市场后，可以赚银钱了。嘿嘿。顾南叔怒怼渣爹，坚持要退婚。看不出这顾南叔还算有几分骨气。他还说他未来的夫君是个盖世英雄，会踏着七彩云源来娶她。过几日皇上会在上京城门口举办盛大仪式，迎接我得胜归来。到时候我骑着高头大马，锦甲披身，让他顾南叔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盖世英雄，闪瞎他的狗眼。不知道是哪个王八蛋大半夜的在骂我。忙活了一晚上了，从金银到玉佩，就连那个御赐的红山图也试过了，还是显示失败。难道得要那个傻狗逼王爷的玉佩？小姐，你快醒醒啊！已经5时了。小姐，尚书府杜家递帖子了。小姐，这是杜文远公子家你未婚夫家递的帖子，3日后杜府举办百花会，邀请你参加呢。未婚夫是啥东西？我操！这该死东西居然给我递帖子！未婚夫约等于该死的东西。不去，我又没有吃杜家1颗大米，爱咋咋地。小姐，杜家还给顾暮雪也下了帖子，这会儿薛姨娘和顾暮雪喜滋滋的准备赴会的衣服首饰呢。小姐，要么你去看看嘛，我们才搬到上京城，以后估计是得和这京城的夫人千金们打交道的，你这样不出门是交不到朋友的。是啊，虽然这个啥百花会我不稀罕，但这是一个上京城的社交圈，以后做生意难免会和这些人打交道，看来必须出去跑业务，调查市场。行，那3日后咱们也去赴这百花会。百花会是啥玩意儿？难不成这杜府的园子占地几百亩？小姐，这百花会是上京城最风雅的聚会了，每年由一个府邸坐庄主办，今年刚好是尚书府杜家。这虽说是赏花，其实就是一个才艺大赛，届时会邀请不少上京城的千金小姐、贵公子和文人墨客参加呢，热闹的不行。据说好多公子千金就会在那时候瞧对眼呢，这不就是变相的社交相亲大会吗？整得这么文绉绉的。小姐，这可是上京城最有面的聚会，你要是会点才艺就好了。听说这百花会每年都有不少彩头，第1名足足有3000两银子呢，而且要是夺得了第1，就能名动整个京城。什么？有银子？是啊，我都打听清楚了。这百花会是每年上京城最受瞩目的4大节日之一，虽然每年才艺展示不同，但是大概都是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这几大类。不少世家千金满足了劲儿想夺得个名次，这样能抬高自己的婚嫁身份呢。这些所谓的文人骚客、千金公子等，可都是我潜在的韭菜啊！这些人最在意情绪价值和产品附加的其他要价，10足10的目标客户群体啊！
小姐，你关心这个也没有什么用，反正我们也得不到这个彩头，我们就当去安安静静的看表演得了。而且在尚书府举办，肯定能见到杜公子。前世我是一个资深的文娱爱好者，学了10几年的民族舞，还有一副好嗓子，随便一支曲子放到现在，估计也能名动天下。小姐，你不必伤怀，虽然我们琴棋书画啥也不会，但是你也不是一无是处。你不仅长得好看，还会骂人呢。我相信没人敢欺负你，以后嫁到杜家一定能成为当家主母。我可真是谢谢你。长风，10日后圣上就要给我开城庆功了，你去安排下队列。是。今日顾南书那边可有什么动静？属下立刻去瞧瞧。王爷，今天尚书府给顾南书下了百花会的帖子，3日后邀请他赴会呢。本来顾南书不想参加，但是听说有3000两银子的彩头，就改变了主意，嚷着要争第1名呢。争第1？就顾南书这草包，他凭什么？自从上次情报失守后，我回去亲自调查，结果依旧显示这个顾南书是个十足十的草包，的确是干啥啥不行，偷懒第1名。这顾南书还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界，你跟紧一点，瞧瞧3日后他又闹出啥样了。冰冷无情的王爷，啥时候会关心这些细枝末节的小事了？北境的事情你调查的怎样？回王爷，您中的毒名叫七毒达，是一种南方的蛇毒合在另外一种毒药上，所以当初拔剑的时候，军医只发现了表象中的移位。据说这七毒毒毒发后无药可救，但好在王爷您现在中毒未深，刘大夫已经在想法子了。这都是我们作为侍卫的疏忽。太子兵逝，西北中毒，葬礼混乱，这一桩桩一件接踵而来，环环相扣，可不像巧合。这上京城恐怕将有一场风波。小姐，你可真是太美了！我觉得上晨晨的千金没有一个能比得过你。虚掉，第一次做人，随便尝尝。相信杜公子只要见过小姐，一定会与顾慕雪划清关线。一大早就见鬼！小姐，你看二小姐坐的马车是杜家的。今天这百花会，这杜家估计是故意给我下脸面了。肯定是前几日我不愿意嫡庶同家，让顾慕雪当平妻，这啥老十子的杜文远就故意给我难看。好端端的百花会，为夫妇安排马车接送小姨子，都不接送我这正主，当真不是个好东西。今天就会一会他，看看他究竟是啥癞蛤蟆。哪个不长眼的奴才，见到我们郡主府的马车，居然还不赶紧让开！冲撞到安乐郡主，我看你有几颗脑袋！旁边也没有空地了，这车位足够宽大，为什么非要挤我们？这位大哥，这位置是我们先来的，您府上的马车要不朝旁边靠靠，那边还更宽敞些，不必非和我们挤。笑话！要我们郡主府挪位置，也不看看你是什么样的奴才！再不让开，小心你的狗命！上京城内，世家大族都是最好面子的，哪有如此不讲道理、张口便骂人的？顺子，我们还是先让一让吧。对方马车那么大，里面或许装了一头猪，咱们离远点，免得被熏到。我的跟班只能我欺负，别人不行。是，小姐。慢着，不泥了，我就停在这儿。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居然敢说我胖！快拉本郡主一把！轻点，轻点，我卡住了！郡主，你吸吸肚子。在物质比较匮乏的古代，属猪都没有这么胖，也不知道这安乐郡主究竟吃了些什么。你刚刚什么意思？是觉得本郡主胖，马车停在这儿熏着你了？郡主说笑了，你一点都不胖，只是马车的空间小了点。你以为你长高长得瘦就了不起啊？我虽然胖，但是我也有优点。是啊，郡主你确实有优点，虽然你又胖又矮，但是你捡银子的速度可比别人快嘞。你看看你瘦的，一阵风就能吹倒。我胖怎么了？我胖我比你稳重，大风来了都刮不跑。将马车停另外一边，我不想和瘦子挨在一起。我家小姐现在是胆子越来越大了，连安乐郡主都不怕。别东想西想的，看好马车。这孩子啥都好，就是太过老成持重。好一个牙尖嘴淫的女人，如此嚣张，目无尊卑，简直不知好歹。姐姐一向如此任性，我都习惯了。放心，以后有我在，自是不会让你再受委屈的。他要是进府后还欺负你，我一定为你做主。你一个女子，为何如此得理不饶人？无理还且闹3分，有理为何要饶人？真的是王八配青蛙，长得丑还玩得花。这个顾南书居然如此嚣张，不好好教训下，以后过了门不得骑在我头上。顾南书，你的女则女戒都读到哪儿了？你如此牙尖嘴精，还像个大家闺秀吗？你看看你自己，再看看暮雪，你有哪一点比得上你妹妹？你谁呀你？你管那么多呢？收粪车从你家路过，你是不是都要拿勺子尝尝咸甜？你这个毒妇，简直有辱斯文！最好让杜文远彻底讨厌顾南书，这样我就能独宠内宅了。姐姐，这是杜公子，你平日里在家跋扈惯了也就作罢，怎么在杜公子面前还这么不知收敛？这毕竟不比家大礼，你不要如此任性。这就是杜文远，原身的未婚夫，一个浑身没有2两肉的软骨头。顾慕雪，我不把你当人，你就真的不做人是吧？杜公子，你看，姐姐她
还真是狗和狗见面，不是闻就是舔啊！今儿也算是见识了。姐姐，你骂我也就算了，杜公子可有什么错？给脸不要脸是吧？顾暮雪，怎么你认了杨戬做了主人，就开始乱叫了呢？逮谁都狂吠了，赶紧擦掉你不要钱的眼泪。父亲还没死了，少来这假惺惺的哭丧。哪怕你今天哭死，大不了头七我给你上一炷香，也掩盖不了你龌龊不堪的心思。厌烦，这个绿茶婊像苍蝇一样嘤嘤嗡嗡的，让人讨厌。小姐这变化也太大了。说以前的小姐委曲求全，现在的小姐则是大杀四方。顾南叔，你实在是太嚣张了！你的教养哪里去了？你居然对自己的妹妹如此无礼，一点手足之情都不顾。什么叫我嚣张？那你怎么不问问他？我又信口雌黄的编拍我，就允许他平日里冤枉欺负我，就不允许我反击吗？这男人实在没法子看，又蠢又丑。另外，你和顾暮雪是什么关系？这是我们家的家事，与你何干？难怪前日顾暮雪逼着要以平妻身份一同嫁进来，难不成你们俩早就勾搭上了？你这要不要做个解释？什么平妻？今儿这动静，难怪顾南叔要大闹一场。你胡说八道，信口开河！我胡说八道？难道不是你受力顾暮雪来给我做思想工作，让我主动向你们尚书府提出迎娶平妻的吗？我没有。你没有？你如果没有的话，那为何顾暮雪今早坐你杜府的马车？我那是带你照顾手足，今日之前我可都没有见过暮雪，因为你武生反骨，上不孝顺父亲，下不有爱姐妹，我这是帮你，有你这般质疑未婚夫的吗？我就事论事，你哪来的这么大火气？难不成是做贼心虚？我才没有做贼心虚，你赶紧给你妹妹道歉，然后快点进去，免得站在这儿伤风败俗，有辱斯文。想要息事宁人那可不行，我这个未婚妻还没拿到好处呢，你都给了她一个玉镯子，我可啥都没有。胡说，我只给了她一个玉坠。杜文远，你还说你没和顾暮雪勾勾搭搭，还大言不惭地说今日之前都没有见过顾暮雪，那你啥时候给了她一枚玉坠当定情醒物？原来早就有奸情了，难怪啊，难怪！可怜顾家嫡小姐啊，母亲早逝，连桩婚事都保不住。可不是嘛，就顾大小姐这模样，不比偷人的庶出强嘛。要是换成我家主子，非打上门不可。一派胡言，分明就是你毫无教养礼仪，尖酸刻薄，不配成为我杜家妇，与我无关。你早上吃了1亩地大蒜啊，口气那么大，谁稀罕成为你杜家妇呢？说的好像你有万贯家财可以继承一样，这么大的口气。看来得好好查查杜尚书有没有贪污渎职，否则尚书公子怎么如此猖狂？不晓得哪里来的底气。胡说，你胡说！我父亲两袖清风，岂能容你污蔑？古人云：一事不扫，何以扫天下？家即是国，国即是家。尚书府家风不正，嫡庶同娶，宠妾灭妻，更是涉嫌贪污渎职，愧对圣上信任栽培，愧对黎民百姓。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更是带坏了上京城的官场风气，败坏我大前朝官员的形象。我建议禀告大理寺，从重处罚，以儆效尤。休得胡言！红口白牙，张口即来，竟敢诬陷朝廷命官，你简直没有王法了！有没有违法，你说了不算，得大理寺说了才算。我奉劝你，不清楚我的路子，就别碰我的底线。好狗不挡道，你们俩给我让开！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胆敢如此无礼的对我，而且还像没事人一样横冲直撞的进了我家的府邸。这种女人绝对不能要，就是个祸害头子。虽然面子上吃了亏，但是能让杜文远厌弃顾南叔，就是赢了。杜公子，你别生气，姐姐一向如此，你多让让她就是了。还没过门呢，就不知分贝，不知尊重夫君，长得再好看也白搭。要是进门了，可不得在我坟头敲锣打鼓。顾南叔，我要退婚。目的达到，哦耶！好，说到做到，不退是狗。看什么看？你不说要退婚吗？赶紧签字走人！这二女争一夫，还想嫡庶同娶，嫡女气不过同意退婚，可见真的是被逼急了，简直走投无路了。真不知道这顾大小姐以往过的是什么日子，庶妹背着她勾引未婚夫，现在还被未婚夫退婚，真够可怜的。早前可是听说这顾家大小姐最是温柔可人的了，要不是被逼到这份上，估计也不会发如此大的虎气。毕竟顾家小门小痕的，要不是受了天大的委屈，这顾南叔会拒绝当方朝户部尚书这种门第吗？兔子急了都会咬人呐，这顾南叔可真的是太惨了。快点签，难不成你不识字，还是说话像放屁一样？这个蠢货，头大脖子粗，身子又像竹竿那么细，估计这脑袋都是塞的草料。这退婚后我还有什么理由嫁进来呢？姐姐，你怨我恨我都可以，但是这事儿和杜公子没有啥关系，咱们自家的事情关起门来重新说，不必在这么多人面前，咱们两家都丢不起这个人。顾暮雪，我知道你肠子直，但是也不能从嘴里拉出来吧？这要退婚的是他们杜家，丢人的也是你和他们杜家，关我啥事情？别你啊我的，烦！怎么还不签？刚刚是谁说要退婚的？我姿势体大，我得禀告父母。该死的顾南叔，我都这样说了，识趣的就该给我一个台阶下。你说说你都多大了？难道还没有断奶？一有事情还得回家哭爹找娘，还是不是个男人啊？休得胡说！我自己的事情我能自己决定。
为什么退婚书上写着要我补偿5万两银子？这不是你说退婚吗？这门亲事是自小定下，我又没有犯错。你们杜家办些伤天害理的事情，要退婚，自然是要补偿给这些年给我造成的影响和伤害，否则我将告到大理寺，请大理寺给我主持公道，顺带好好查查你们尚书府是不是做了其他的伤天害理的亏心事。哟，难不成你们杜家说话像放屁，或者穷的叮当响，连退婚银子都舍不得给？这顾南叔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揭我的短，让我下不了台，还明晃晃的要补偿，不给就要告，这不是敲诈吗？谁说我没有？只是你简直不要脸！脸不要了给你，正好你没有。写就写，以后你我一拍两散，从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要是这杜文庄不给钱，到时候我可要带着这退婚书上门讨债了。这退婚书都写了，那我还有啥理由跟着蹭嫁进去呢？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那就只剩一条路子了。顾南叔不嫁也好，省得我嫁过来还只是一个平妻。要是能把杜文远牢牢把握在手里，我可就是正儿八经的正头娘子。刚刚门口那一幕，丫鬟可是一五一十都告诉我了，真是好大的瓜呀！这不是柳丞相的孙女吗？怎么她也来了？小心将病气过给我们了。是啊，平时都说在家养病，怎么这次又出来了？嗨，不出来走动如何相看人家呢？都20出头了，还是上京城第一才女，居然还嫁不出去，恐怕以后得老死家中了。要不是祖父让我多出来走动走动，我真恨不得远离这些场合。哎，据说柳丞相可是连宫里的太医都请了好几个诊治了，治不好。我听我姑母说，好像是保命可以，但以后子嗣困难。可不是嘛，家世再好能有什么用？生育不了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女子。据说从小定下的亲事都被退了。给，这个好吃，拿着。人生在世，吃喝二字，你不是为旁人而活，堵不住别人的嘴，就关上自己的耳朵。谢谢，真好吃。好吃你就多吃点，你呀就是吃的太少了。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要是你没有和我说话，估计他们也不会议论你。又不是你的错，干嘛给我说对不起？他们议论就议论呗，说的也是事实。那你不怕他们议论着对你名声不好吗？名声能当饭吃，我可不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该吃吃，该喝喝。来，再吃点这个。顾小姐别怕，这体下好男儿多的是。依我看，这杜文远未必是良配。谢谢，其实我一点都不怕，男人千万，大不了就换。顾小姐果然超凡洒脱，但是你就这样退婚，可不是如了别人的意。你放心，我心里有数，没必要什么事情都据理力争，教傻子做人又不是我的义务，你就等着看他们的笑话就是了。这顾南叔看起来大大咧咧，实则心细如深，和自己认识的大家闺女完全不是一个样子。我叫柳湘云，虚长你2岁。顾小姐如果不介意，可以唤我一声柳姐姐。人之初性本善，湘云姐姐最好看。柳姐姐好。大哥，我可真担心忧郁。你看她连这么难吃的糕点都吃了，可见心情不好。以前她可是非真书阁的不吃的。这杜家这桂花糕做的跟石头一样，要是把悠悠噎着了，我非要扒了杜文远的皮不可。我可怜的优叔，杜文远这狗眼瞎的。要不我去买几10个死士，咔嚓了这狗东西，反正也查不到我们沈家。这些可都是上京城的上流社会们，是未来的大主顾们，我可得好好研究下做这些韭菜们的生意，尤其是得细细调查一下他们的喜好，还有服饰、头饰、纸粉、香粉等物。此次百花会以诗文论高下，感谢诸位播种附会。顾南叔，你刚刚的表情难道是对诗会不满吗？还是说你的才华足够碾压在座的众位，所以装出一股恃才傲昂的模样？这杜文远是故意要他当众出丑啊！杜文远，把你眼屎擦干净了再说话，你究竟有多瞎？我明明规规矩矩的喝茶，硬是被你说成对诗会不满，你究竟是何居心？哎，这人呐，没文化可以学，长得丑可以打扮，但是这心眼坏可是没得治。顾南叔刚刚因为平妻的事情退婚了，难怪俩人会如此不对付，连普通人之间的客套也没有，感情还有这一层原因。哎，这顾大小姐会发疯，嫡庶有别，这杜文远还真的想得出来，姊妹同曲，坐享其人之福，真的是有辱斯文，枉读圣贤书。要怪也怪顾小姐门楣本就低，还如此掐尖要强，难怪被杜家退婚。你说这顾大小姐如此绝色，比那庶妹容貌秀丽那么多，为何这杜公子为何如此想不开啊？得不偿失啊！都怪这顾南叔非要让我下不了台，我非要把这场子找回不可。这种感觉怎么与那天在慈云寺的感觉相似？那位是二皇子贤王，二皇子为人深沉持重，深得陛下信任。旁边那个红色锦缎则是三皇子瑞王，他的母妃可是当朝贵妃娘娘。太子薨逝，剩下的几个王爷可不得加紧划分势力范围，争夺储君吗？看来这大前朝在酝酿着一场风暴啊！顾南叔，听闻令孙可是昔日探花郎，且顾家叔叔传家，想必你也是饱读诗书之人。
那么这诗会你也做一首诗，让我等开开眼吧。事前早就听说这顾家最是清流了，因着顾小姐才到上京城。诸位所以不熟悉，今日顾小姐与我等斗诗，还望顾小姐不吝赐教。完了，让我家小姐与这群男子斗诗，这不是自取其辱吗？一肚子坏水，以为我看不出来吗？教不会。什么？豆腐都有脑，你却没有，感觉你的智商和脐带一起剪断了一样，这都听不明白。很好，我最喜欢驯服野马了，这样才够有滋味。顾小姐果然恃才傲傲，鄙人不才，先吟诗一首抛诸隐喻吧。女子牢记贞节牌，德容严公勤学来。出嫁就得夫刚正，不毁生活大舞台。好，萧兄真是大才。此诗不仅逗趣十足，还有很强的教导技艺。女子就得有女子的模样。承让。顾小姐，鄙人刚刚献丑了，还想听听顾小姐的大才。是挺丑的，算你还有自知之明。顾南叔，你……叶公子，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明明你自己说诗丑，怎到这会子又不承认了？差点忘记了，这顾南叔是这沈家四虎的表妹，传言这沈家最护短了。真是丑人多作怪。这首诗我看萧公子回去送给你娘比较合适。沈家诸位公子，这是我与顾小姐斗诗而已，要是你们觉得不合适，也可以一起下场。萧公子，虽然是斗诗，但我家彪妹年纪小，要是她因为这事儿心灵上留下难以磨灭的伤害，我们沈家必定亲自登门向你讨个说法。届时咱们也来比比红缨枪、长矛、大刀，生死勿论。萧公子可不能推辞啊！这原本还觉得沈伯冠是一个公道客观的人，结果没想到这样护短。萧公子的打油诗做完了。难道这顾南叔真的草包至极，居然连内涵骂他的意思都没有听出来？做完了，顾南叔等你呢。莫不是你不会？这杜文远简直欺人太甚。诚心待友莫相欺，生人面前少装逼。人生也就几十年，何苦虚假玩心机？这简直就是故意挤兑我。好，此诗对当工整，寓意深刻，非常符合萧公子的身份。悠悠，你就把这首诗送给萧公子吧。三表哥说的对，此诗就是萧公子给的灵感。我看到萧公子一下灵光乍现，有感而发，就大方的送给萧公子了。顾南叔，你竟然羞辱本公子！萧公子，我这是夸你呢，你怎么会误会成羞辱你呢？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夸我啥？我夸你跟傻狍子一样聪明呢。这人实在毒舌，老祖宗都快被气得跳出棺材了。关键是自己骂又骂不过，打也打不过。消气，大家都是闹着玩。打油诗也就是只逗趣儿罢了。诸位斗诗，那就出一个简题吧，大家围绕这个偏题作诗，方能考评真才实学，而非一些不入流的小聪明。这聒噪的绿婊又来了，这次学了蓑衣娘挑拨离间的精髓，四两拨千的挑起事端。顾慕雪，你和杜文媛还真挺般配。看来月老的垃圾分类还做得挺到位，这哪里是亲姐妹，当众被嫡姐辱骂，这不把我和杜文媛名不正言顺的关系挑明了吗？这个顾南叔简直太毒舌了，骂人不带脏字，我服。我赞成，作诗嘛，肯定要选主题啊。这王爷还真挺喜庆的。顾南叔，本王觉得你的诗作最佳，雅俗共赏，老少皆宜，好诗。主子注意点形象，毕竟是天家皇子，得稳重。吟诗作赋方能展示诸位才华，也才能体现我大前朝人才济济，所以我们自然是要鼓励的。二哥，你说是不是啊？三弟所言甚是。现在太子薨亡，老四是个西北莽夫，就我和二两个人最有机会夺得储君之位，老二就是个沽名钓誉之辈，其实一肚子坏水。既然是百花会，有花有酒，那就以花和酒并为主题，大家各自作诗一首，胜出者除了既定彩头外，本王再行封赏。等会儿定要好好羞辱下顾南叔。今日瑞王殿下出题，可真的是蓬荜生辉。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以花和酒并为主题。希望各位公子千金们也都献诗一首，大家宾主尽欢。时辰到，适才看顾小姐一副副轻松的模样，想必做出了一首杰出诗卷。鄙人不才，愿洗耳恭听，先见识顾小姐的大作，是否如打油诗一般伶牙俐齿。杜文远，你先给大家欣赏下你做的诗作吧，也让我们瞻仰一下尚书公子的大才。有我在，旁人休想欺负我表妹。顾大夫当年乃探花郎，家学渊源，想必顾小姐的诗深得其父枕传。此前便是萧公子抛砖引玉，这次自然要顾小姐先让我等欣赏下佳作。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这可真的是上京城第一才子都做不出来的诗句啊！醒时相交欢，最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绝唱，这简直是绝四十余载，还从没有见过这有诛仙一样的诗。今闻得知，简直死而无憾呐！好，幽中就是厉害，我家幽中就是聪明。
顾小姐真是大才，绝对的旷世奇才。是啊，我歌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诗词潇洒不羁，想必顾仲小姐亦如诗作一样品行高洁，浪漫洒脱。杜公子，我家表妹已经写完，现在来品鉴下杜公子的诗作，想必尚书府公子的才华一定不会让人失望。你这诗我不信，顾南叔，你这诗不会是从别人那儿偷来的吧？两位是耳朵聋了还是眼睛瞎了？我刚刚做的诗可是现场做的，在座的各位都可以作证，主题是瑞王出的。难不成你怀疑我和瑞王串作弊？杜文远，你竟敢质疑本王！本王今日才第一次见顾南叔，哪有什么和他串通起来？你读书少没什么，偏偏还心胸狭隘，以己夺人。本王可没有你们这么龌龊，技不如人还恬不知耻，比不过别人就往别人身上泼脏水，真的是枉为大丈夫。顾小姐果真是才华横溢，这首诗做得极好，是我大前朝少有的才女。既是如此，只做一首诗未必太可惜，不如再做一首，让在座的各位长长见识。我相信真金不怕火炼，我们换一个主题，这也是为了顾小姐的声誉着想。做就做，是金子总会发光，是傻子总会反光。顾南叔，你再来一首，震掉他们的狗眼。为了那最终的3000两银子的彩头，只要你们敢出，我就敢做。贤王殿下，那这次请你出主题吧。那就以山为主题。感情来参加百花会是来混吃混喝的。还别说，这尚书府虽然人不咋地，但是伙食不错。小姐连背诵3字记都吃力，能把字认全已经很不易了，哪里会啥老鼠子诗词啊？顾南叔，时间到了，你写好了吗？别叫那么大声，我怕狗。你这顾南叔还真是毒舌，刀刀不见血，却刀刀要人命。你一个大字都没写，在2位王爷面前怎么还敢恬不知耻的写完了？这是作诗，又不是写诗。我的诗都在我脑海里写好了，你们这种人是不懂得才思敏捷的苦恼。废话少说，你赶紧念吧。眼瞎碰上关公，活该你杜文远倒霉。待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增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好诗，好诗，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顾小姐这首诗让老夫为之一动啊！生平能得以闻见顾小姐2首诗，老夫真的是不枉活这把岁数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悠悠真的是有不输男儿的志气。真不愧是我沈家的后人。顾小姐这首诗语言精炼，规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不仅仅是写山，更是抒发了胸中的豪迈之情，具有仁政思想，真是佩服。哪怕是我的爷爷、父兄，估计都做不出这样的诗。这首诗简直是千古绝句，歌律上对当工整，练字精到，意境更是深远。顾小姐不仅写出了山的雄伟，更是表现出了她非同一般的心胸气魄，真是佩服。我估计8辈子都写不出这样的诗。还比什么比？就顾小姐的这2首诗，就足以千古流传了。今天诗会当之无愧的第一。杜文远写的呢？是骡子是马，赶紧拎出来溜一溜，赶紧的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啊！藏着干嘛？二哥，你觉得顾南叔做的怎样？是挺不错。嘿嘿，顾南叔，你听到了吗？贤王也承认你做的很好，果然亮瞎了一些人的狗眼，本王有赏。小女子感谢瑞王殿下，瑞王殿下果然如传闻中的英明又大方。英明又大方，难道我的美名已经传得这么开了吗？低调，低调，本王是个低调的人。一首好诗足可以名传天下，万人赞颂。而顾小姐今天洋洋洒洒做了2首诗，当真是精彩绝业。经过我们商议，今年百花会的诗会魁首是顾小姐。看来这3000两彩头到手了，而且还有瑞王的赏赐，这波稳赚不亏。彩头就这玩意儿，不是说有3000两吗？顾家果然小门小户的，连货都不识。顾南叔，这可是龟墨，你不会连龟墨都不懂吧？这小小的一块龟墨，可是需要用珍珠、玉屑、龙宝还有漆捣10万处方可制成。别讲了，给我换成银子。什么？顾南叔，没想到你这么庸俗，一身铜器。庸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不用这龟墨，照样可以做出诗作。倒是你杜文远用这么金贵的东西，连个人字都不会写。你还愣着干啥？赶紧换成钱去！我说你们杜府也就小气，彩头明明就是3000两银子，你却换成一块龟墨，我看这成色大概也就1000两左右。户部尚书连这点钱也要贪墨了。瑞王殿下，这彩头从银子换成其他物件也不是1次2次了，想着读书人不能金钱这些俗物给亵渎了，断断不是贪墨了。你还想糊弄本王？去年丞相府的彩头可是一整套和田玉的文房4宝，价值4000两呢。到了你们尚书府，就只值一块1000两的墨。麻烦杜小姐也把我们的彩头换成银钱吧，毕竟钱财不积则贪者忧。我等愿意与顾小姐一道，做个俗人。真是千准备万准备，我都想好了跳舞或者唱歌，结果没想到就背诵2首诗就把这银子给赚到了。顾南叔，这是本王给你的赏赐。夜明珠，
这不是我从交易市场花90几积分买来去当铺当掉的吗？怎么出现在了瑞王手里？嘿嘿，这颗夜明珠可是价值3万两银子，今日作为你的彩头，本王可不像某些人那样小气。我1万两当出去的，没想到瑞王这个草包居然3万两买了过来。拿着吧，本王可不像旁人那般小气。既然是赏赐，自然是要符合身份，断断做不出那种抠抠搜搜事情。瑞王殿下果真气魄啊！那可不，对于人才，我可是真金白银的，发自内心的尊重，绝对不来那种偷梁换柱的小人行。悠悠看来过的日子很是辛苦，否则不会因为一颗夜明珠就被吸引了。都说了女孩子要富养，否则容易被男人一串糖葫芦就骗走了。看来我要加大力度宠溺表妹了。悠悠，这是我们沈家的钱庄，你以后要用钱就拿着令牌去钱庄取。大表哥，我现在有银子了，你收回去吧，我自己也会赚银子的。你还小，不用赚银子，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对啊，悠悠，你现在回上京城了，有表哥们在，你用不着赚银子。拿着。我真的不用，我现在有银子，而且我真的后面会努力赚银子的，你们相信我好吗？赚什么银子啊？你要是赚银子了，4个表哥的银子不就没地方花了吗？听话，赶紧收起你这不靠谱的想法，收好了。表哥，你们这样会惯坏我的。怎么悠悠你嫌弃表哥，所以不愿意花表哥们的银子？顾南叔，你别搞得没见过世面一样行不行？暮雪连见过4位表哥。现在真是世风日下呀，听说不少阿猫阿狗的都喜欢乱攀亲戚。三哥，你说是不？可不是，我家表妹美丽聪慧，又不是猪。趁着机会，我得当着众人的面问杜文远要银子，毕竟这杜甫我是不想再来第2次了。结完钱赶紧走人。你又要做什么幺蛾子？心思单纯的我可是干不出这么有心机的幺蛾子。那你干嘛对我笑？还不是因为你长得好笑呗，人家都说头大脖子粗，不是伙夫就是猪，能不好笑吗？顾南叔，你今天设宴没看黄历，早知道就不该邀请顾南叔来，害得我要短寿好几年。万分庆幸退婚了，倘若把这样牙尖嘴利的女人娶进门，估计不得倒8辈子血霉。这百花会也完了，杜文远，该说说我们的事情了吧？你啥时候把银子赔我？什么银子？退婚书上写明了，你杜文远背信弃义退婚，得赔偿我5万两银子，赶紧把银子赔了吧。今日这百花宴还真没白来，比茶楼听曲儿可有意思多了。人品好不好，结账见分晓。5万两白银，快点拿出来。杜文远，你来解释下，你欠顾南师这5万两银子是咋个回事啊？回禀殿下，我与顾南师曾有过婚约，但经双方友好协商，决定解除婚约，以后男婚女嫁互不相关。原来是这样啊，那为啥顾南师问你要5万赔偿啊？求2位王爷给我做主啊！自古以来，婚约是结两性之好，这些年杜家和顾家几乎就断了来往。今日顾南叔来我府上大闹一场，要求退婚，本人看在2家往日情分上勉强同意，结果这顾南叔居然敲诈我，不仅要退婚，而且要求赔他5万两银子。一般人退婚巴不得没人知道这事儿，哪有这种恨不得整个上京城风都知道的啊？何况还要求人家赔付5万两银子。这要是传了出去，顾南叔的名声可就毁了。即便今天百花会得了魁首，第一才女名声再响亮，但退婚又讹钱这事儿还真的不够。好你个杜文远，原本以为你只是个脆皮青铜，没想到你居然这么深藏不露。杜文远，才发生的事情你就忘记了？你脑袋装的是江湖吗？你看看这顾南叔，牙尖嘴利，粗鄙不堪，不是骂人就是在骂人的路上，哪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模样？这种女子如何能做当家主母？杜文远，长得像人真是为难你了。既然你不要脸，我也就不怕说出来了。我为什么问你要5万两赔偿？还不是因为你想让我和顾暮雪一起嫁进来，而且还让顾暮雪当平妻。我们顾家庭事小，比不得你户部尚书家大业大，但是我也是有骨气的，不能容忍你这种嫡庶同娶、坐享其人之福的软榻。这还没进门呢，就嚷着要娶平妻，把人家当什么了？你胡说，我没有。杜公子，举头三尺有神明，我们家小姐本来想着一心一意嫁进杜家，结果小姐才到上京城不久，你就和二小姐眉来眼去，甚至还让二小姐和薛姨娘胁迫我们小姐主动提出一起嫁入杜妃，至于退婚。你这丫头胡说八道！你是顾南叔的人，你的话怎么能信？难道这死渣男想赖账？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真难办啊！要不这样，杜文远，既然你说不是你的意思，你赌咒发誓以证清白。要是你说谎，活着被天打雷劈，死了下18层地狱，生儿子没屁眼，发毒誓，我不发。杜文远，既然你不敢发誓，便是你心虚。赶紧赔钱！废话少说，杜文远，这退婚书你既然写了，那就得按照约定来，5万两银子立刻送到，别唧唧歪歪的像个婆娘一样。杜文远，这字儿你认识不？认识。那你不笨不蠢啊。是，如果没做亏心事，怎么可能签字画押呢？既然你签字画押了，又不敢赌咒发誓是被逼的，又有什么理由不赔人家银子呢？连姑娘的钱都欠，小心以后生儿子真没屁眼。这钱看来是赖不掉了。难不成这杜文远抠搜成这模样，是这尚书府缺钱的慌？看来我可以安排小底下的人来这尚书府放印子钱。我不是不给银子，而是其中有些误会，主要是顾南叔实在是咄咄逼人，不符合我们杜家的长媳条件。杜文远，
你少点择偶标准，多想想自己何德何能，赶紧把银子赔给我。杜文远，你耳朵聋了吗？你要是做不了主，我这就去找杜大人来评评理。这没2两重的骨头，居然还嫌弃我家幼宇，呸！十二公子多虑了，我已经派人去取银票了，你们稍等一下就是了。这杜文远真不是个男人，不就5万两银子吗？整得像要债的一样，呸！顾南书，我与你势不两立。这杜文远真够卑鄙无耻的，没想到未来王妃这么飒爽，不仅为人爽络洒脱，而且才华横溢，那2首诗简直是千古绝唱。但是没想到遇到杜文远这个安杂凶性，这个眼力尖的狗东西。这杜文远是破财了要当小郎还债吗？笑死我了！不过凭着杜文远的长相，当小郎估计也没人看得上，而且那玩意儿也太小了吧，可真是丢人现眼的，当众脱裤子也是没有谁了。杜大人知道了，估计得被气死。尚书府的杜公子居然在百花会上当众脱裤子，真的是大跌眼镜啊，简直是闻所未闻，有辱斯文呐，有辱斯文呐！以后要少与其走动。要怪就怪杜文阳的衣服料子不行，我只是轻轻一弹，谁知那裤子就自己脱落了下来。我这么维护王妃，主子一定会对我大加赏赐吧。虽然是4月，西北戎狄度过寒冬后，一般会休养生息，消停一段时间。而这次戎狄那边有一小左队在云门关那里反复性的试探，这戎狄在搞什么鬼？顾南书今日可有闯祸？不，王爷，您想多了。今日顾小姐可威风了，威震八方，名动天下。威震八方，名动天下，这不是形容本王的吗？王爷，您是机解甲战神，虽然战功赫赫，但是民间传闻您凶神恶煞，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但凡民间小孩哭敌，都会用您雍王殿下名头来吓人。而且您一直偏居西北，这上京城也没多少人见过您，还说您长相凶狠呢，怎么能跟花容月貌的顾小相？本王就这么不堪，连这顾南书都比不上。金风，你年纪小，不知江湖险恶，别被顾南书给骗了，我才没有呢。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真是好事。没想到他顾南书一介女流，居然有如此胸襟抱负，还真小看他了。破月，你怎么调查顾南书的？不是说他干啥啥不会的一介草操吗？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千古绝上？回禀王爷，属下重新去调查。哼，这已经是第3次了。王爷对我的情报工作表示了质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顾南书的事情上，我的情报与现实总是南辕北辙。小姐，制衣阁真不愧是上京城最好的制衣阁，全京城的夫人小姐们都爱买他们家的衣服，就连长公主也在这儿订了好几件呢。衣服真好看，难怪我也觉得这里的衣服挺精致的，果然美女的眼光都相同。小姐才是大美人呢，我充其量就是小姐身旁的一棵小草。小姐快看，这条裙子你穿着一定好看。这绮丽阁不愧是上京城的网红店，哪怕是用现代眼光来看，这衣服的款式都十分不错。小姐，这好像是柳丞相的孙女柳湘云，听说患有羊角风，原来是真的，这可太吓人了。难怪柳家大小姐年方20了还待字闺中，这谁敢娶啊？别摇了，拿一块帕子来。你干什么？不想你们家小姐有事就给我闭嘴！小姐，你赶紧把周围人群散开，保证空气流通要快。小姐你醒了，你吓死奴婢了，谢谢顾小姐出手相救。你赶紧起来吧，别磕了，顾小姐的大恩大德，我们丞相府铭记在心。我们家小姐就是心地善良，被人狠狠地咬了一口，也不吭一声。南叔妹妹，真的谢谢你。湘云姐，感谢的话就不必再说了，我也是随手帮忙而已。南叔妹妹真是人美心善，虽说你不在意，但这救命之恩我是真的没齿难忘。果然美女说话就是好听。长得好看的人眼光就是好，我就喜欢湘云姐这么有眼光的人。这顾南书不仅长得十分貌美，还十分逗趣。柳小姐，我在3楼厢房给你备下了换洗的衣物，有劳掌柜的了。南书妹妹，你今日若没事，可方便去我们府坐坐？湘云姐，今日恐怕不行，但是我住在城南梧桐巷，距离也不远，改日我再登门拜访，你看可以吗？那就改日我给南书妹妹递帖子。湘云姐，你这病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病的？我们家小姐以前好好的，都怪安乐郡主8年前将我们小姐推到湖里，害得我们小姐脑袋磕了好大一个窟窿，救上来后整整躺了2个多月，而后就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病。芙蓉，不得无礼，如果柳小姐信得过我，我有办法彻底治好小姐。
真的，比黄金还真。那就拜托南叔妹妹了。小姐，我听说这小姐可是柳丞相的嫡亲孙女，宝贝的不行，你怎么能答应呢？这小丫头怎么都不相信我的实力呢？本来我是一个人类高质量人才，在她眼里反而成了人类高质量蠢材了。看清楚了，你家小姐我今非昔比，此书乃天人所习，不传下世，我也是偶然所得，所以必须要救死扶伤以谢天恩。你知道就成了，不必让其他人知晓。一定是夫人在天有灵，夫人小姐受苦，真的是老天开眼啊！果然还是年轻人好骗。姐姐可真是心大，发生那么大的事情了还出门逛街，爹爹为你愁的头发都白了。你还知道回来？给我跪下！说话就说话，干嘛吼这么大声？你把你吼聋了，我可不负责。孽障，牙尖嘴利，你还有脸说？你个孽障，为何自作主张与尚书府退婚？你心里可有一丁点记着为父交代的话？你为何如此冥顽不灵？要不是暮雪告诉我，我还被蒙在鼓里。早知道昨天就不该让这顾南叔出府。原来是这事儿啊，爹，我记得你给我说过，咱们清流人家最是金贵，人家尚书府主动提出和我退婚，难不成咱们死皮赖脸的倒贴着不成？金贵个屁！在荣华富贵面前，金贵就是假清宫的借口，巧言恋色，你给我闭嘴！老爷，天大的事情也别气着您身子了，您消消气。这南叔啊也是年轻不懂事儿，现在不是置气的时候，得想想办法挽回。真是鸠占鹊巢，反客为辱。薛姨娘，你是颠勺的吗？这么会煽风点火，赶明儿你就去厨房帮忙吧。什么？南叔，我知道你看不上姨娘，我人微言轻的自是入不了你的眼。平时你在家作威作福惯了，姨娘也不敢说你。但是你和尚书府退婚这事儿的确做得不够仔细，你如此任性，这尚书府可不是咱们得罪得起的人家呀。而且你这退婚闹得沸沸扬扬的，对你名声也不是很好，以后还有哪家公子哥敢来相看咱们家呢？真不愧是老绿茶，惯会演戏。薛姨娘，你是聋了吗？我刚刚已经说了，是人家尚书府主动退婚的，你这么上赶着的想嫁过去，一副青楼自荐枕席的做派。要不你赶紧上吊抹脖子重新投胎，说不定赶着下辈子还能和那杜文远再续前缘。老爷，你看书。我虽然不是你娘亲，但是你从小也是我看顾着长大的啊。这事儿虽然你做的不对，但是姨娘也没有怪你啊。我这都是为了我们顾府考虑啊。你还年轻，不知道这上京城的弯弯绕绕，这尚书府是咱们家得罪不起的啊。看顾我长大，我感谢薛姨娘你的照顾，在你的精心照顾下，我3天饿9顿，堂堂嫡女每个月3两月银，而顾慕奢一个庶女每个月有30两。数9寒冬里，我院子里连炭火都没有。顾慕雪却能置办蜀锦丝绒，我能活到现在，的确谢谢你的特殊照顾。没有，绝对没有的事情。我对你和暮雪一视同仁。暮雪的蜀锦丝绒是我弟弟给置办的。我也是好奇了，这顾府里里外外都是用的我娘亲的嫁妆，结果却给我这个嫡女每个月3两月银。知情的自是知道姨娘你心眼黑，不会主持中贵；不知情的还以为爹爹是吃软饭的窝囊废，连嫡女都养不活。爹爹是探花郎清流代表，我相信爹爹自然不是窝囊废。我自是没有用过夫人嫁妆。所以薛姨娘，这些年你掌管中狱，是不是私吞了我娘亲的嫁妆？没有，我怎么可能私吞夫人的嫁妆呢？是不是由你说了算？等会儿叫管家把这些年府里的账本都报过来，我看看是不是存在私吞，我们对了账再说。怎么着？你心中有鬼，不愿意？就算把这账本给顾南叔，估计他也看不懂。毕竟这些年他文不成武不就，绣花绣不好，别说看账本了，何况挪用先夫人嫁妆银子最多的是顾明凯，我只是顺带喝了一点汤而已。天塌下来有高个顶着。南叔，你要看账本，姨娘一会儿给你送来。我自问无愧于心，谨遵府里的规矩。但是呢，有话不知当讲，那就别讲了。虽然你不爱听，但是姨娘托个大，还是提醒你一下：女子以娴静为美。这上京城的世家千金，哪一个不是温柔贤淑的？要是你稍微懂事点儿，这尚书府至于会和你退婚吗？孽障！要不是你如此乖张跋扈，尚书府至于和你退婚吗？说到底都是你的错，你赶紧给我收拾收拾，我带着你去尚书府负荆请罪，求他们收回程明命。这个渣爹居然还想着让我去填坑，真是搞笑。你们此前不是说杜文远对顾慕雪一见钟情，非他不娶吗？现在我和他退婚了，正好把位置让出来，这慕雪八抬大轿嫁进去，就是正儿八经的嫡妻。你这尚书府老丈人的身份依旧不变，有什么好生气的？我不嫁了，这不更好吗？哼，慕雪，我可要恭喜你了，终于可以名正言顺了。不用再像过街老鼠那样藏着掖着了，真为你感到开心。抽了什么风？自从搬到上京城后，这顾南叔就跟吃了枪药一样，天天说话冲得要死。这些年，爹忙着仕途，忽略了你，让你受委屈了。但是咱们都姓顾，咱们才是一家人。这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你不是不知道。你不满意慕雪月当平妻，咱们可以商量，但是万万不能退婚呐。你好好琢磨下，明日着布衣差群，跟为父一同前往尚书府谢罪。好在这退婚书是你们2个孩子写下的，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可以不作数。不去。你简直胡闹！这事儿由不得你，再闹我家法伺候。爹爹好大的气声，
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爹爹，当日退婚，白纸黑字都写得清清楚，且贤王和瑞王殿下都知道的，尤其是瑞王殿下还帮着女儿退婚呢。这事儿现在都传开了，你现在拉着我去认错，这不是打2位王爷的脸吗？人家都说咱们顾家诗书传家最是清贵，我可做不出这种死皮赖脸上赶着要嫁的事儿。你说事儿这过了2位殿下的面了，这还帮你退婚？是啊，这么重要的事情，暮雪没有告诉爹爹吗？两位殿下位高权重的，人家未必操心这些。雷夏在场作证，我和杜文远远退婚这事儿，这么多人看着，这么大的事情，难道你瞎了，还是得了失忆症？只记得杜文远，眼里没有天家皇子。既然和尚书府退婚了，杜尚书那边也没有动静，想必这事儿大家也都默认了，那这事儿就到此为止，以后与之少些往来。爹爹，虽已退婚，但是咱们也得想办法和尚书府护关系啊，毕竟我们才调回上京城没多久。南叔已与尚书府退婚，为了避嫌，自然要少走动。为父平时如何教你的？咱们清流之家自是金贵，可不能做一些让人嚼舌根的事。爹爹，可是退婚也不能顾南叔私自退婚啊！你看上京城哪个有头有脸有教养的人家会不经父母媒说之意主动退婚的？这让女儿以后怎么嫁人啊？说到底也是顾南叔不对，他如此恬不耻胆大妄为，女儿以后出门都要被人戳脊梁骨。老爷，这一笔写不出2个顾字，咱们一荣俱一损俱损。这南叔退婚闹得沸沸扬扬的，这势必影响到暮雪啊，恬不知耻。顾暮雪，你是在说你自己吗？你一个云英未嫁的黄花大闺女，出门乘坐外男马车，还在众目睽睽之下和外男毫不避嫌的卿卿我我，整个上京城千金们都看着的，究竟谁才恬不知耻？现在上京城谁不知道你尚未出冠就和别人拉拉扯扯，恬不知耻的是你们，亏得还有脸倒打一耙。你胡说，我没有。你没有？那日你没有坐着杜家的马车参加百花会吗？还是说你这么快就忘记了？要不要我帮你回忆回忆？这小白莲就是欠收拾。薛姨娘，咱们顾家是诗书传家，最是清流金贵了。暮雪妹妹的规矩你是怎么教的？什么规矩？果然是上不得台面的姨娘。百花会那日我还没有和杜文远退婚，7岁小孩也知道男女要避嫌。暮雪妹妹一个17岁的庶女，却大摇大摆坐上嫡姐未婚夫的马车，这是哪里的规矩？暮雪妹妹，你瞪我干嘛呢？咱们顾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的言行举止不仅代表了你，更代表着父亲，代表了我们顾家。谁不知道咱们爹爹是探花郎，最为清贵讲规矩的？你说说你，无媒无聘的与外男出双入对，与自荐枕床有啥不同？你的规矩学到哪里去了？还是姨娘压根就没教？你给我跪下！老爷，这咱们家和尚书府是世交，杜公子也只是派了一马车过来而已。再说了，这杜公子亲密暮雪，少年情爱，你不也是知道的吗？哪有那么严重啊？我就奇怪了，爹爹是知书达理的探花郎，为何暮雪偏偏这么不懂事？私会外男居然还认为不严重，原来背后有姨娘唆使。哼，这姨娘就是姨娘，还真的当不起教养重任，将顾家的女儿教得如此轻浮。爹爹，咱们顾家现在可是到了上京城，可不是以前乡下地界地方。这上京城最重视礼仪规矩，往后出门顾家可指不定被人说3道4，戳脊梁骨呢。老爷，我没……你给我闭嘴！爹爹，咱们顾家虽然才到上京城，但是以后少不得应酬。为了咱们顾家的脸面，还是得尽早找个当家主母才妥当。我这招釜底抽薪，直接断了这老白莲的后路。爹爹，您正值壮年，家里没当家主母可不行。这上京城迎来送往那么多，府中一日无主母，则家宅不宁。毕竟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保不准闹出什么丢人的事情，平白无故让平人笑话咱们顾家呢。这顾南叔不仅破坏了我嫁进尚书府的亲事，眼下还要毁了我娘亲10几年的心血。顾南叔，你给我闭嘴！爹爹才不会听你的胡言乱语。我姨娘辛辛苦苦操持府邸，这10几年来任劳任怨，没有人比她更适合主母。爹爹，你别听顾南叔，你看他一天天的到处搬弄是非。自从回上京城后，他凭着在考试大的沈家就对我们颐指气使。爹爹，咱们家可姓顾不姓沈，你别听他的。顾暮雪，你脑袋被驴踢了吗？顾家是顾家，沈家是沈家，你有哪只眼睛看到我靠着沈家对你们颐指气使了？你撺掇爹爹再娶，难道不就是记恨我和姨娘对我们颐指气使吗？主母不在，爹爹另娶，这本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为人子女，难道忍心爹爹无主母照顾？我大前朝嫡庶已有别，妻妾分明。身为顾家人，你难道忍心别人看我顾家笑话？暮雪，别说了，是姨娘没这个福气。薛姨娘，爹爹此前一直夸你温柔贤淑，最深明大义了，怎的要给爹爹娶一张主母，你居然小心眼成这样？你这样哭哭啼啼的，还以为爹爹多么对不起你，你受了多大委屈似的。我，老爷一向对我很好，哪有什么委屈？我这是为老爷高兴，为老爷高兴。薛姨娘果然深明大义，一门心思为了爹爹考虑，为了我们顾府考虑，果然不负爹爹疼你一场。那是自然。那既然姨娘如此通情达理，爹爹，咱们明日找这上京城的媒婆相看，看看哪家千金合适。咱们顾家的确需要一个当家主母来操持，后面的烩面餐食啥的，就由姨娘去厨房准备吧。姨娘贤惠能干，自然是要帮忙多操持一下。
好早日迎接主母进府。那就这么安排了。这男人还当真薄情寡义，姨娘操持府邸10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咱们从地方调回上京城，这一路上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里里外外都是姨娘一手操办的呀！你现在要另娶主母，只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啊！爹爹千万不要被旁人居心叵测的心思带偏了。老爷为人有情有义，更是朝中清流，自是不会忘记我的。我操持府邸是应尽的责任，你可别冤枉你爹爹了。你们简直放肆！爹爹是朝中清流，历经波折才重回上京。你们知道有多少眼睛盯着吗？你们只知道上京居大不易，却不知道爹爹谨小慎微，哪怕行差踏错一步，都将前功尽弃。你们作为家眷，不仅不帮助爹爹，反而还因为一个长家中妇、当家主母等小事情干扰爹爹，真的是头发长见识短。顾南叔，你少来这套歪理邪说！你就是嫉妒我，嫉妒杜公子喜欢我，然后你就故意退婚，让我也嫁不进杜家。你还撺掇爹爹另娶，就是为了压姨娘一头。你不去说书，真是可惜了。以小人之心做君子之腹，眼里就只有你那后宅的安扎事情，自找打脸，活该。老爷，有话好好说，女儿家的脸蛋多金贵，你干嘛下这么重的手？你还有脸说？薛姨娘，你看看你教出来的女儿，居然敢打嫡姐，还敢犟嘴！这也是我们顾家这种清贵人家教出来的女儿吗？咱们顾家世叔传家最是重视礼仪规矩，你看看你教出来的好女儿，对外私会外男，不敬嫡姐，你简直气煞我也！爹爹，你可是三朝大粉，咱们顾家又初到上京城，势必得事事小心。暮雪这种私会外男，张口杜公子倾慕她，闭口她想嫁入杜府，这样的话可不能再出现了。从明天起，你就禁足1个月，不准再出去，丢人现眼的东西！爹爹，这两母女原本想给我下套，结果没想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查账版娶主母，禁足1月。桩桩件件都够这两母女喝上一壶的。小姐，你该不会真的打算给老爷娶一房夫人吧？虽然这能气着薛姨娘，可是万一新进门的主母又苛刻小姐呢？那可咋办？你以为这上京城的主母那么好娶？也就顾明言这种钻进权力眼的人，还认为自己有市场。谁家正正经经的有背景有权势的千金，愿意嫁给他这样一个半老头子？是图他年纪大，还是不洗澡？顺子，你明日去药铺里将这些药材给采办回来。毕竟柳黄云的病症需要配一些药物，想必这个朝代一些常见的药材都有。后面我再从空间里拿出未来世界的科技与狠活，中西医结合，保准柳黄云过一段时间就会活蹦乱跳起来。只是可惜我的积分不够，交易商城购买不了我想要的那款药。这块玉扳指种水顶尖，温润剔透，一看就很值钱，也不知道在交易商城里能换多少积分。收起你的心思，别以为本王不知道。你知道我什么心思？就你这点小心思，一猜就知道。有那么明显吗？难道我贪财的心思已经昭然如揭了？这狗男人知道我想要他手上的玉扳指，知道就知道，省得我费心思去要玉扳指了。就你这点小心思，全部都写在脸上，本王要是猜不出来，那才奇怪。那既然你知道，那就说说你的条件吧，我自然也不会亏待你。你居然还敢和我谈条件？这女人身份不明，居然还敢说出这样的虎狼之词。怎么不敢？既然是交易，自然要谈条件。你快说吧，省得我一会儿反悔。岂有此理！居然还要要挟我，感觉是我求着她嫁进雍王府一样。这女人当真是胆子够大够野。你可知我出入战场如若无人之地，一双手屠戮上千戎狄将领，你还敢和我谈条件？你就不害怕吗？你以为我是吓大的，还怕你？除了骑马，你会开车吗？舞刀弄剑外，你会打手枪吗？什么野战、手枪、开车，这是什么？这听起来和战场有点关系。战场、红缨枪、投石车倒是听说过，但是野战、手枪、开车的确闻所未闻。这个鬼精的丫头搞什么鬼？难道是细作？知道我的厉害了吧？原本以为你是个将才呢，结果还是个雏鸟，这都不知道。我本来是来要回龙纹玉佩的，上次着了顾南叔的道，这次准备的万分充分，势必要回。这顾南叔浑身上下透着古怪，就连破月的情报连续几次出了差错，我再会他。是不是我把话题弄严肃了？这样不利于谈判啊，毕竟我还想要那枚玉扳指呢。那个，你坐下说吧。好说好说。是这样，我这人呢，对珠宝文扫有一点小小的爱好。我瞧着你手上这枚玉扳指挺合我眼缘的，所以想和你商量下。把这扳指给我，不过你放心，价钱好商量，我也不是那种贪小便宜的人。当然了，我觉得男人还是不能太势利，视金钱如粪土挺好。原来这个女人不仅不还我的龙纹玉佩，现在又变着法子的想要我手上的玉扳指。这人是有收藏我私物的爱好，还是这顾府穷的要靠讹账过日子？你没事吧？你离我远点！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思。这女人就是想故意和我亲近，然后想要骗我的玉扳指。我看你这咳嗽有些不简单，不似风寒，也不似风热，更不似风燥。你让我看看，千万别讳疾避医。原来这男人真的不是吹的，武艺这么高强。顾南叔，你接近本王是何目的？要是不说实话，信不信本王立刻就让你脑袋翻街？分明是你自己接近我，还赖我。本王哪有接近你？
你3番2次深夜闯入我闺房，难道不是接近我吗？本王这是执行公务，你休得胡言。既然是执行公事，那个自然是要按照章程来的。咱们有话好好说，兴许有什么误会，你先把剑拿开，刀剑无眼。既然你知道好歹，本王就大人不计小人过，这次饶你大不敬之罪。但是你得好好回答我的话。一个刚刚上京的五品京官不受宠的女儿，想要活下去，估计也只能变得鬼精鬼精的。看她这样子，8九不离10，慈云寺的事情也是受害者。这顾南书和我八字相克吗？每次见到他都会被扑倒，而且每次都会压迫到我受伤的左腿。顾南书，你简直放肆！你干什么？我干你啊！景风，还不赶快把顾南书给我杀了！这两人你侬我侬的，怎么开始相爱相杀了？还不给我动手！我居然被顾南书这个鬼丫头3番2次的亵渎，是可忍孰不可忍！王爷，你给我家王爷吃了什么？还好速度够快，这种药丸是之前我和曾经的好友研究着玩的，吃进去后，煮完宿主有啥难受，那服完宿主会即刻感受到，不过有效期只有2个月。说，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你这侍卫也真的是，你吓到我了，赔得起吗？我给你们主子喂的是同生骨，我身体里是母骨，它是子骨，倘若我有啥难受的，你们主子也会感同身受。别以为我是吓大的，你若不信，大可以试试。饶爷，赶紧给解药，信不信我立刻要了你小命？黄泉路上有你们家王爷陪葬，也值了。我可不是被吓大的，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我这不起眼的小命，能换王孙贵胄的命。快动手吧，我已经等不及了。王爷，看王爷这样，显然是被气得代发了以前的毒素。刘大夫可说过了，千万不能让王爷动怒，毕竟体内的气毒还没解呢。把这可恶的女人给杀了！顾小姐，你别乱动，别乱动！王爷，您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现在顾小姐的命和您绑在一起了，您杀了她就等同于杀了自己啊！主子在北京战场受伤中毒还没有治好，现在又中了老鼠子蛊毒，这让我们数十万将士如何安心？丫的，手背疼死了，胳膊也疼。要不是为了活命，我至于对自己下这么重的狠手吗？你要怎样才能解毒？这不是被你们所逼的。我自问没有得罪过你们，你们却3番2次的来找我麻烦，不是掐我脖子，便是用剑逼我。我这也是为了自保。这个同心骨，我生你就生，我死你便死，平时也不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只要我死了，你体内的子骨也会自动摧毁。所以为了你自己，也得保证我受到一丝伤害。这养在深闺的女子是如何学的这些狠厉的下毒手段？眼前这个顾南真是顾南书吗？顾小姐，我破月在此发誓，只要你给我们王爷解毒，我绝对不会为难你。没事儿，磕个头就行。好了，别跪了，你记得给我当牛做马即可。此药1个月服用1次，服用后便能暂时压制住体内子骨，对身体没有任何影响，但是依旧和我同生共死。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刚刚是谁要我的命来着？顾小姐，我是个粗人，不懂得啥礼节，我向你道歉，求你给我们王爷解毒。他是个好将军，大前朝不能没有他。你就是这么个道歉法？那你想咋样？既然要骗，就要骗全套，做戏就得做足。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再给我下毒？你都中了同生蛊了，我还有必要再给你下毒药吗？奇怪，味道居然甜丝丝的。王爷，你没事吧？要不要我立刻去找刘大夫？不用。那王爷您站起来伸伸胳膊腿看看有没有哪里伤到。王爷，刘大夫交代了，您凡事要想开，否则怒火攻心会导致您左腿加重毒发。抛开偏见，这男人还真的是长得俊逸非凡，整个人挺拔向上，气宇轩昂，就是表情又有点不及格。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王爷，是皇子还是王孙，是表的还是堂的，还是亲的，还是异姓王。不过我也懒得关心，只要这小子不来找我麻烦，我就能和他做到相安无事。究竟是谁算计我？我得把这后面的人给揪出来，老娘可不能白被人设陷阱。现在这顾南书可是打也打不得，骂又骂不过，活像给自己找了一个祖宗。以我多年观看话本的经验来看，王爷和顾小姐肯定是相爱相杀，虐妻一时爽，追妻火葬场。以后这顾小姐的命就是我家王爷的命，得供着。顾小姐，你看起来柔柔弱弱的，没想到还会下毒啊！不过你这也太狠毒了吧！咱们王爷可是个好人。女人不狠，地位不稳。这女人脑子里尽是一些歪理邪说，也不知道究竟是从哪儿学来的。偏巧我还反驳不了。王爷，您没事吧？您现在咳嗽的这么严重，该不会毒发了吧？这人面色潮红，嘴唇呈樱桃红色，但是鼻子跟眉毛有点白青色，
整个脸色十分不正常。按道理说，这个年纪的男人不应该啊，貌似还真是中毒症状。完了完了，王爷又毒发了！不许胡说，王爷身体好着呢。刘大夫说早已脱离了生命危险，现在不会死的，只是估计此前的毒素加上今天中的蛊毒，估计有些影响。你可别冤枉我，我那蛊毒可没有啥问题，我那个童生蛊就是一个玩的，对身体没有任何伤害的。这狗男人自己中毒严重了，还想把锅甩给我。王爷，你可别乱来！你家王爷体内有童生蛊，要是杀了我，他立刻归西，根本等不到大夫。要不是你给我家王爷下了童生蛊，怎么可能诱发他体内的旧毒？我家王爷要是有个3长2短，北境50万将士定不饶恕你。看样子是要把这狗男人毒发的事情赖我头上了，看这脸色的确有些凶多吉少了。把他抬到床上去，另外把上衣脱了。啥？都这生死攸关的节骨眼了，这顾小姐怎么还惦记着王爷的身体呢？想什么呢？医毒不分家，再晚一点，你们就等着办丧事吧。这么好的背部拔罐可真是可惜了。把裤子褪下，这一看就是中毒症状，在医疗技术有限的古代，能处理成这样算是很不错的了。发烧了，怎么样？你到底行不行啊？要是把我们王爷治坏了，你可也活不了了。话多的要死，别打扰我，滚屏风后面去。要是影响到我，我这针扎错了。你们王爷是没有性命危险，但是下半辈子得在轮椅上度过。顾小姐，不好意思，破月也是护主心切，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别跟他一般见识。你们这是属于医脑，就是属于从小没有教育好，会干扰到大夫治病。真想问问你爹怎么教你们的？顾小姐，我没爹啊，我从小跟着王爷长大，要不我把爹挖出来，您跟他说。走开走开，别烦我，没见过这么不尊重使者的儿子。糟糕，这烧发的有点高啊，越来越烫了，估计是伤口溃烂引发病菌感染，造成炎症而引起了发烧。在古代高热不退，伤口化脓可是要人命的。果然发烧到了39.5度，综合左边大腿的伤口情况，已经基本判定是一种强烈毒素。这种毒素按照22世纪的医学原理分析不算难解，但是在这落后的古代，河阳、杨林泉故是奇毒绝症，无解了。终于搞定了。看来我是小瞧她了，这丫头鬼精鬼精的，还真的有两手。多谢巨顾小姐救助之恩，我破月感激不尽。顾小姐，累了吧？您喝茶。起来吧，举手之劳不足挂齿。这里是配药，记得每日3次，每次饭前给你们家王爷服用。一共开了3天的药，先吃了再说。顾小姐，我们家王爷体内的毒，放心，这毒我能解。当真？倘若解不了此毒，你们王爷还能这样安然无恙的躺着吗？质疑我人品我不生气，但是质疑我医术可不行，这是侮辱。多谢顾小姐，顾小姐的大恩大德，破月铭记于心，一定时时刻刻念着您的好。都说了不用了，你给我当牛做马还债就可以了。你们可以把他送回去了，病人需要好好休养，未来一段时间饮食降清淡。我说你们就尽管把心放在肚子里，他死不了。那王爷啥时候醒来啊？要不等他醒过来后再走吧。我们当真没事了吗？怎么着？你们是希望他有事情吗？喏，我再给你们家主子开了一张驱毒调理元气的药方，配上我刚刚给的一些药，会慢慢恢复的。另外，等他醒后，可以让他再来找我，我再给他拔毒，这样不出半个月，你们主子绝对生龙活虎。当真？比黄金还真。果然是好东西，肯定很值钱，那就全当付给我的诊金吧。一条命换一枚玉半纸，没有坐地起价吧？我吐，这么值钱！钱可真的是不够花啊！也不知道这个破交易市场为何只认这个狗男人的东西。奇怪，真是奇怪，老夫行医40载，还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难不成是病重了？我就知道不该那么相信顾南叔，我当初怎么就上了顾南叔这鬼丫头的当，还给人家下跪？不行，我得去找顾南叔。刘大夫，我们家王爷还有多少日子？你说我承受得住？王爷才23岁，尚未娶妻，保卫了北境10年的太平。王爷要是一走，我可得把身后事给安排妥当，最起码要给王爷扎个纸新娘，不能到了地府还是鳏寡一人。什么还有多少日子？王爷好着呢。什么？我说王爷养你这么大，你竟不盼着点王爷好，真的是王爷白疼你一场。刘大夫，你没有骗我吧？王爷不是毒发了，而是快好了，对吧？哼，老夫还能骗你个小娃娃不成？那您刚才干嘛老叹气啊？吓死我们了，还以为……我那是惊讶。这七毒脑可谓是天下制毒，前几日王爷体内还隐隐有扩散之气，为何今日这毒就已经消除大半了？老夫记得这几日明明没有开药方啊。奇怪，
可真是奇怪。刘大夫，你说王爷体内七毒丧消除大半了？当真？刘大夫，您说的可当真？老夫还不至于老到昏聩无能。王爷现在的脉象平稳有力，已不再如前几日那么虚浮。我刚刚还查看了左腿的伤口，伤口也不再溃烂，这就是明显好转的迹象。不过，老夫有一疑问，你们是找了哪位高手？而且这左腿包扎的方式异于常人。我们的确是找了人。刘大夫，你先看看这药如何，还有这张药方。这当真是药？好一张药方啊！这君臣服药配合的极好，看似简单，实则奥妙无穷，高，实在是太高了。你们是不知道，这张药方用药极为巧妙，看似普通，却又剑走偏锋。最关键的是，药效还十分温和，是一张解毒、调理元气的上方啊！老夫平生从未见到有如此的用药高人，想必能开出这样药方的人，绝对是难以想象的高人啊！估计是一位隐居世外的圣手，真是想不到啊！世间居然有如此精彩幻异之人，真想一睹高人的姿容啊！你们找的是哪位高人？怎么都不把我带过去拜会拜会？这当真有你说的那么好？你是不相信老夫的眼界，还是不相信王爷好转的事实？就凭这张药方，就可知背后之人绝非等闲之辈，就足足抵够老夫40-50年的行医经验。啥？难道说这草包顾南书还当真是一位深不可测的绝世高人？我的情报再次扑空，要不是亲眼所见，要不是3番2次，我是真的不会承认自己的情报网络是吃白饭的。这张药方出自何人之手？刘大夫，这张药方是来自一个叫顾南书的女子之手。顾南书，我怎么没有听过这么名字？哪怕是江湖上所谓传的神乎其神的神医，也没有一个人姓顾的。这位顾圣手是何方人士？刘大夫，这位顾南书就在上京城。什么？就在上京城？你们赶紧带我去拜会拜会这位高人。不行，我得准备点礼物，否则怕怠慢了他老人家。刘大夫，这位顾小姐是闺阁女子，芳龄18，年仅18，还是位闺阁千金。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也许是你们不懂，眼力劲儿低，说不定高师隐藏在这位顾小姐身后，你们根本就被骗了，错把人他老爷当成一个18岁的女娃娃了。难道这顾南书背后还有其他人，还是一个隐秘的世外高人？顾小姐说，等王爷醒来后，可以再去他那里，他会再次替王爷拔毒，将体内的余毒彻底拔除。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一定要跟着去看看，这顾南书的背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高人。刘大夫，您再仔细看看，王爷有没有中什么其他蛊毒？王爷现在脉象蓬勃有力，大好重状，有什么其他蛊毒的？你真是半点都不盼着王爷好。喜鹊，你怎么这副表情？小姐，眼见小姐支棱起来了，日子慢慢好起来了，谁知究竟咋了？你们银子丢了？小姐，你有事情千万别瞒着我们，不能一个人硬扛。咱们3人从小一块长大，天大的事情我们一起承担。难怪这几日小姐变化那么大，原来感情是命不久矣，还给我们安排以后的生活，给了我们一大笔钱，我居然都没有发现。你们2人别嚎了，嚎得我耳朵都要聋了。声音这么响亮，一看就身体壮实，这么生猛的人，怎么会生病呢？小姐，您都吐血了，还要装成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何必呢？咱们现在有钱了，我们去找最好的大夫，您千万不要放弃啊！这不是我的。啥？不是你的？那是谁的？一条野狗的。昨晚有一条野狗受伤了，我给它救治了下。喜鹊，你赶紧给我换条被子。哦。我让你去药材铺买的药材，你买好了吗？已经买好了。另外，我看中的那家铺子，你去给我租下来，把价格再压一压。好。果然小姐长大了，是真的支棱起来了，不是耍嘴皮子。癫痫属于神经类疾病，与狗男人中毒不同，而且柳祥君是个温柔美丽的小姐姐，和皮糙肉厚的狗男人不同，得精细一些。所以我开的药物都十分温和，中西医合并，再施以银针，绝对能让柳小姐药到病除。昨日，谢谢你。真的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没事，我是个大夫，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你需要什么，只管告诉我，我一定做到。你已经付过诊金了。那枚玉扳指，既然你喜欢，你就留着吧。其实那枚扳指对我很有意义，但是算了，现在说这些也没啥意义。不是眼花了？清风，这丫头看起来18岁模样，比我孙女年纪都小，这当真是救了王爷的圣手？这小丫头看起来鬼精鬼精的，你们莫不是被她给骗了？刘大夫，这就是顾小姐，当真是她救了王爷？我看不是，也许你们被她骗了。我看她就像个小骗子。小丫头，你家大人呢？叫你家大人出来。怎么？要挖出来给你瞧瞧吗？这老头张口闭口骂我是小骗子，要不是看在他一把年纪的份上，可真想回怼他几句。你这丫头怎么说话的呢？赶紧叫你家大人出来，不然我非告你不可。果然不是人老了坏，而是坏人变老了。刘大夫，真的，我以我名誉向你保证，当真是眼前这位顾小姐给王爷医治的。当真？
当真？是这样，老朽想向你确认下，昨日是你出手救治了我家王爷，那张药方也是你所写？不是我，难不成还是你啊？刘大夫，顾小姐医毒双修，手法精妙，昨日的确是她救治了我。鄙人刘文义，当真三生有幸能见到顾小姐的妙手回春呐，实属佩服。刘瘟疫，瘟疫这名字听起来可不太吉利，而且你还是个大夫。不是瘟疫，是瘟疫，温和的温，义气的义。哦，谐音啊。你先坐下，我给你把把脉。看来情况还不错，你烧也退了，毒素好了大半。趁此机会，你准备下，我今日替你拔余毒吧。那多谢顾姑娘。那其他闲杂人等都去屏风后面吧。顾小姐，治病不能在这里吗？可是可以，但是这得问你们主子答应不答应。为什么要问王爷？这是因为我给你们王爷拔余毒，需要你们家王爷除掉外服，在后背施以异术，所以……什么拔毒需要病人的吗？这种驱毒的方法怎么听起来怪怪的？这是正经方法吗？你们都出去。医者眼里无男女，但是也得尊重病人的意见。既然你们主子不同意，你们就站外面去吧。你把衣服脱了，然后趴在床上。全部都要脱掉吗？要想驱毒驱得快，就要一件不留，快点！现在已经很晚了，想要快点驱毒，你就得把衣服脱光。那你先出去一下。要开始了，可能有点疼，你忍着点儿。这种新奇的治疗方法闻所未闻。第一阶段大功告成。这么好的背，要不拔个火罐就太可惜了。嘿嘿，看什么看？好了没？我让你动了吗？别以为你撅着屁股讨好我就能不付诊金，给我老实趴着。究竟是谁在讨好谁？怎么会有这种恬不知耻的女流氓？被人抓现行了还敢贼喊捉贼？别装得像个贞洁烈女一样。不是说你带兵打仗，常年在军营里吗？哼，就你这种长期驻扎男人堆里的人，估计看母猪都觉得眉清目秀。所以我也不会怪你每次看到我都会脸红心跳。我能理解你，但是你也不必做得如此直接吧。还有，你虽然有几分男色，但是我是一个正经的人，你别打蛇上竿的想着赖账。这一次枕巾也是一块玉佩。够了，给你。这毒嘴里吐出来的全是歪理，偏巧我还说不过他。好了，没事了。要不是亲眼所见，老夫都要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王爷体内的毒已经好了70%了，顾小姐的大恩大德，破月灭齿难忘。以后破月当牛做马，供顾小姐差池。这古代人还真的是死脑筋，动不动就磕头。果然千里姻缘一线牵，王爷和顾小姐不睡不相识，因祸得福啊！现在好了70%，顾小姐可真的是我们雍王府的大恩人啊！以后得对顾小姐殷勤点。顾圣手，您刚刚辛苦了，来喝一口茶。唉，确实有点累。顾圣手的确辛苦了，我这儿有一壶好酒。里面是用了10斤上千年的野参，还有鹿茸泡制80年而成，还是家父传承下来的，平时我都没舍得喝。我这一壶酒就送给您了，喝后保证让您龙精虎猛，身强100倍。10斤上千年的野参和鹿茸泡制了80年，搞什么名堂？你莫不是整成迪迪服了吧？这么东西还80年？没想到自己珍藏良久的东西，在顾圣手眼里被如此嫌弃。出门太急了，没有好好准备点厚礼，怕让顾圣手小瞧了。现在你们主子也好了6、7成了。我再写一张10条单子，你们拿回去遵照执行。过2日再来拔一次毒，就估计好的7七八八了。病患叫什么？姜牧野，年龄23。也不知道这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要银子不要钱，唯独要我的私人物品。这玉佩晶莹剔透，浑身碧绿，绝对是上好的老坑出品，肯定能在交易市场能换一个大价钱，这波稳赚不亏。这块玉佩可是王爷最喜欢的一块，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顾圣人，什么事？有话快说，有屁快放。这语气，这架势，绝对是世外高人没错鸟。学生文艺拜见顾圣手。学生学艺50载，曾自视甚高，殊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直到遇到圣手您，才知道学生有多么浅薄无知。今日一见，方知学生我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所以学生有个不情之请，想拜入圣手您的门下。学生一定会谨守门规，学生一定会将圣手您视为父母亲上一样孝顺，出门给您拎药香，在家给您洒扫做卫生，100年之后也给您养老送终，将我们发扬光大。疯了，简直疯了！这古代人一个二个的动不动就喜欢下跪。刘文义，我还年轻，没有你这么大的儿子，你也别说这些话，我都快被你笑死了。这小老头怎么想一出是一出，一把年纪了还不稳重。有志不在年高，
有些人活了一辈子也是空长年龄不长心智，学生就是这样的人。圣手，您的本事和人够资格教导学生。我不收徒，你赶紧起来。朝闻道，夕死可矣。圣手的医术让学生高山仰止，学生愿意服侍在圣手身边当一个小药童。看来要打发这个倔强的小老头还得费点功夫。你给我闭嘴！我让你说话了吗？记住，我让你开口的时候你再开口。今天就到此为止，你们赶紧回吧。今日劳烦顾小姐了，时候不早了，就不打扰顾小姐休息了。倘若以后若有啥需要帮忙的，你告诉金风一声。这真的是画本照进现实，果然自己媳妇儿自己疼。王爷这棵千年老铁树终于开花了，知道心疼人了。小姐，小姐，喜鹊你咋了？怕成这样？见狗了吗？无事不登三宝殿，记忆里这个渣爹可是从没有单独来看望过原身的，现在突然出现，绝对黄鼠狼给击败你没安好心。爹爹，你吭的这么厉害，是不是得痨病了？喜鹊，快去给爹爹倒杯茶来，小心等会儿一口气喘不上了，薛姨娘就得守寡了。这个死丫头嘴巴怎么这么毒？要是再让她说下去，我非得被气得一脚登天归西了。没什么。这个顾南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像换了个人似的，讨债鬼转世一样。这2日有没有看府中下人送来的账本？没看。为父想着日后你来接手家事，学着掌管中狱，你看如何？我就不信抛出一个掌家之权出来，这顾南书能不心动？爹爹，我从小就没人教养，这看账本完全看不明白。那日也就是气不过，替父亲争一口气罢了。父亲都要决定再娶夫人，这掌家之权还是留着给未来夫人比较恰当。别以为我看不出这顾明凯的小算盘，原身母亲的嫁妆早就被霍霍干净了，查出来又如何？银子又不会吐出来。这居然不要！为父以前公务繁忙，有些冷待了你，但是希望南叔你能明白，为父做的一切可都是为了这个家呀。要是没有为父在外张罗，咱们现在还能回到上京城吗？唉，这沈家出手就是不一般，才去了1次就往这个孽障这儿搬了不少好东西。虽然难得的说了几句软话，但是裹了一层糖的狗屎依旧是狗屎。爹爹疼爱南叔，南叔都是知道的。现在咱们顾家好不容易好起来，重点不是落在什么掌家上。南叔觉得爹爹应该考虑下为顾家开枝散叶的事情。俗话说得好，不孝有三，无后为。咱们顾家可家是书传家，得有子嗣传承呢。我已经40好几了，膝下却没有一个带把儿。薛姨娘掌管中狱那么多年，就继续让她从旁协理着。顾家那么多年产业，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账目之事找个师爷一查便知。怎么吃进去的，就怎么吐出来便成。我才不这浑水，我最喜欢看狗咬狗一嘴毛的事了，让他们闹起来，最好打起来。亏得我们费尽9牛2虎之力，撺掇着顾明凯来问顾南书要钱，结果又被踢皮球一样踢回来了。娘，你听听，这顾南书分明是和咱们对着干。现在府邸是个啥情况，你不是不知。先夫人嫁妆挥霍干净了，这个顾家有名无实，囊中羞涩。要是再让您掌管中贵，加上迎娶新夫人，保不准爹爹要逼你贴钱。也不知道惹了何方神圣，这顾南书天天和我作对。娘，要不咱们再去求求爹爹吧？别去，你忘记了你还在禁足吗？你爹还没消气，你这不是自己送上门找打吗？那咱们怎么办？总不能坐着等顾南书把我们折腾死吧？还有沈家做靠山，咱们有什么？要不是顾南书非要退婚，说不定我此刻都在准备喜服，要嫁进杜家享福了。为今之计，你爹自然也是靠不住的。暮雪，咱们娘俩得自己想办法，靠自己。既然你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暮雪，女人一辈子嫁对人，相当于第2次投胎，你可要把握住，记住了。你要干什么？娘，你放心，我有分寸。奇怪，明明顾南书得了那么多赏赐，百花会上还有赏银，沈家抬了那么多东西来，怎么找不到？这顾南书是打了地洞吗？这鬼丫头，难不成早就防着我们了？娘，你看这是什么？我以前在花会的时候见到过一些姑娘，为了博得客人的宠爱，会用秘方熬制成一种洗发膏，让秀发如缎子一样亮。不知道这是不是……这顾南书真是恬不知耻，尽会一些下三滥取巧男人的手段。这破马车走起来路咯吱咯吱响，一点都不舒服，还耽误时间。等我后面赚钱了，他首先就要换一辆马车。顾小姐，您可到了，小姐和公子已经等候您多时了，现在就由老朽给您带路。有劳管家了。这美男可真的是俊逸非凡，一派风流倜傥之姿。顾妹妹，你可算来了。顾小姐，这位是我兄长柳云汉。当日顾妹妹你在百花会上吟留2首诗歌，兄长得知惊为天人，一直嚷着要见见你这位上京城第一才女。顾小姐不必拘束，是我唐突了。
我这人最好诗文。那日你一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让人耳目一新。今日得见，顾小姐果然人如其诗。这个柳公子可太温柔，太好看了，尤其是看小姐的眼神，当真温柔的紧。这柳云汉与小姐可真是般配，比那老十子的杜文远可强太多了。这虽然我脸皮厚，但是那是看针对什么人群。在坦率的人面前，我盗用诗仙和诗圣的诗文，还真的有点不好意思。柳公子过奖，过奖。这是雀舌，顾小姐再尝尝，你喜欢哪种茶？再这样喝下去，怕是我要醉茶了。柳公子不必客气，我这人不挑剔，除了不吃亏以外，有啥喝啥，有啥吃啥。果然，顾小姐如传说中的性情中人，看来是柳某失策了。这顾南书如此聪慧机灵，也难怪一向自视甚高的妹妹会与他相交。祖父，您稍安勿躁，坐着等也是一样的。你说这顾家小姐能行吗？我看她自己还是一孩子。约翰，你做事情一向稳重，这顾小姐可当真有你所说的那么医术了得？咱们可是和她没打过几次交道，女儿病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治好，现在突然冒出一年轻小姑娘说能药到病除，真的能行吗？祖父，爹，你们放心，这顾小姐说能治好湘云，就一定能治好。何况湘云说过，那日要不是顾小姐及时出手，她的情况估计十分危急。现在咱们也只能选择相信顾小姐了。太老爷，老爷少爷，小姐已经大好了。小姐已经大好了，当真？千真万确。快扶我进去看看。湘云，我可怜的孙女，你现在好点了吗？湘云，你现在感觉如何？祖父、父亲，我觉得舒服多了。我这场病可真是让家人挂心了。那就好，那就好。老夫多谢顾小姐妙手还春。柳丞相言重了，湘云姐姐是我的好姐妹，我自然尽力而为。为了舍妹的事情，顾小姐着实辛苦了。这边要安排一下房间休息下吗？不用了，不用了。不说别的，就冲柳香舟和我的关系，我也是要治好这个可怜敏感的姑娘的。柳公子，这是调理柳姐姐身体的药物，每日一粒，连服1月，能将此前被亏空的身体弥补回来。这是治疗柳姐姐的药物，早晚服用1次，记得要用蜂蜜水吞服。顾小姐，是刘某怠慢，招呼不周，这些不知道合不合你胃口。要是不合胃口，我让他们重新做。哇，大夫人家出手就是不一样，燕窝粥、绿豆糖水、八宝鸭、海参烩猪筋、鲜肾萝卜丝羹、海带猪肚丝羹、鲍鱼烩珍珠菜，足足有18道菜。这丞相府果然不一样啊，当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呢。那我就客随主便，不客气了。顾小姐真是说笑了，你就当这是在自家就成，不必拘束。你我之间不必客气。我有恋足癖，比较喜欢吃烤猪蹄。英雄所见略同。你也喜欢吃，眼光真好，都快赶上我了。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老夫看来是老了。这真的是人比人气死人。我在柳家快10年了，柳公子也没有对我这么亲近过。虽然他医术比我高明，但是我老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小姐，这人参可真大啊。改明儿给外祖母送过去。这是我第一次凭借自己本事赚来的干净钱，得了这样的好东西，自然是得给疼我的外祖母留着。小姐，这串南珠又大又圆，这丞相府可真的是又有底蕴又深藏不露，送来的东西样样都拿得出手，而且还是不少有钱都难买得到的稀罕货。要是小姐能嫁进丞相府，用脚趾头想都能过上好日子的。小姐，这柳云汉公子不愧是大前朝第2美人，长得可真是俊逸非凡。你觉得他担得起这个城貌吗？哦，那第1美人是谁呢？第1名是雍王殿下，但是雍王殿下常年不在上京城，驻守边关，所以见过他的人很少。不过传言雍王殿下气宇轩昂，俊逸神武，但是我觉得可能传闻有误，毕竟常年驻守边关的能好到哪儿去？这风沙大的都睁不开眼睛，再俊俏的后生过去也变成个抠脚大汉，估计是军营里的糙汉子们自己传的，哪能和柳公子相比？你此言差矣，我觉得男人就得有男人样。柳公子固然长得貌若潘安，但是到底是文弱了一些。男人嘛，还是得顶天立地，阳刚之气一些比较好。虽然柳云汉确实很帅，但是却并不在我的审美点上。
看来顾小姐不知不觉间已经套用了我们家王爷的对应模板。整个大前朝论顶天地利，我们家王爷称第二，就没人敢称第一。此前我还担心顾小姐会被柳云汉这个白面皮囊给骗走，看来是我多虑了。不过也不能掉以轻心，我得赶紧回到王府，将此事汇报给王爷。